换丝线。司长，我还活着。云子舒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贱人，你明知道雪儿有孕在身，还把她推进湖里，你存心要她的命是不是？红喜在房间，萧云恒的叫骂，莫非我重生到嫁给萧云恒的第2天？上辈子我背负皇和萧云恒、李雪陷害在皇宫之时，被迫嫁入萧家。身为公主，未婚失节，还在宫中与男人私通，你好大胆子！说，奸夫是谁？儿真是被人所害，不知。陛下，为了公主的清誉，臣愿迎娶公主。臣小爱卿愿意娶你，明日嫁入萧家。现在就有一些事，谋害小妾小主，然后萧家跟神死为借口，把我困在萧家祠堂3年有余。快来人呐！公主把侧夫人推进水里了！快来人！雪儿要是有3长2短，我要你的命！萧云恒，我回来了！你欠的，皇家欠的，要你们一一还回。云子舒，萧云恒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云子舒，你害得雪儿小产，还敢拿东西扔我，你简直恶毒至极！敢对当朝公主动手，萧云恒，你是要造反吗？云子舒，你还敢伤我？这女人明明之前做事一直谨小慎微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势？云子舒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你害死雪儿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，你简直恶毒至极！堂堂当家主母，大吼大叫成何体统？你这是什么态度跟我说话？还不给我跪下！今天我定要请家法，好好教训你这个不懂尊卑的女人！你胆子倒是不小啊，一介臣妇，光天化日辱骂公主，还敢说本宫不懂尊卑？这话若是传到父皇耳朵里，你们萧家担当得起吗？你敢拿皇上压我？你蔑视皇权，欺辱皇家公主，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啊！可笑！云子舒，你在后宫与人私通，淫乱不堪，我好心娶你回家，你却因嫉妒竟加害于雪儿，害死她的孩子。后宅之事，母亲身为当家主母，想请家法有何不可？冷霜，公主殿下，依照我朝律法，诬告公主蔑视皇权，该判何罪？回公主，对皇室不敬者，杀无赦。少将军可听清楚了？难道萧家的家法还能大过国法不成？云子舒，你好大的公主架子！你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就算是告到陛下那里，闹到朝堂之上，满朝文武大臣也挑不出我们萧家的错出来，反而是你的行事传出去，只会被天下人唾弃。冷霜，即刻进宫，将宫中行医超过10年的太医都给本宫请过来。是。云子舒，你要做什么？侧夫人小产，当然要请太医好好瞧瞧。上辈子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害李雪小产，对她百般欺辱，直到死我才知道，一切都是他们有意设计的。这辈子我要让他们阴谋败我，自食恶果。雪儿已经见红，难道你还想狡辩？冷霜，即刻进宫。我乃皇族暗影卫冷霜，敢挡我者，格杀勿论。你居然是暗影卫？暗影卫指效忠皇帝，但凡有对暗影卫的人不敬，就是对皇上不敬。你身边居然有暗影卫？仅是冷霜归暗影卫所属，萧少将军就如此震惊啊？你又要干什么？你给本宫听好了，
本宫要休夫。云子说，你说什么？休夫？女子休夫破坏祖宗规矩，前所未有。你不愧是敢秽乱宫闱的淫妇，这种话你也敢说得出口？你简直是疯了！你给我安分一点，我们萧家丢不起这个人。萧家还能更丢人，不信咱们试试。萧云豪，上辈子你欺我如母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留在萧家任你欺辱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一定要让血债血偿。云子舒，你竟然敢对自己的丈夫动手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不把他拿下，给我关进祠堂！我要好好教教他萧家的规矩。萧家真是热闹，萧少将军让家仆对公主动手，这是要倡导出思聪，卑职参见公主殿下，殿下可还安好？思聪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明明可以赢的。没有了你，我引之天下，又有何意义？我很好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司统领怎么来了？今日萧某没处理好家务事，让司统领见笑。家务事？少将军所谓的家务事，是指你们以下犯上，妄想用萧家的家府对嫡公主动手吗？司统领，这确实是我们的家务事。公主已经嫁入萧家，就是萧家的儿媳妇。何况她残害我萧府侧夫人腹中的胎儿在先。在结果出来之前，先不要妄下定论，还是等太医诊断之后再来定夺。雪儿已经被他丢进火。但如若萧家和侧夫人一起污蔑本宫，让本宫承受如此冤屈，本宫便要休了萧云豪，从此与萧家恩断义绝，势不两立。前世李雪假装小者，萧家将我扣上草菅人命的罪名，被世人唾弃，从此断了争夺皇位的可能。今生我定不能让他们如愿。简直荒谬！公主所提的要求，萧家一定会答应。夫人，少将军，太医来了。云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云子说，雪儿只是侧夫人，她并不敢与你计较，你只需要给她赔礼道歉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没必要闹得人尽皆知。现在是他要陷害于我，若不把此事查清楚，岂不是让百姓觉得我是一个蛇蝎之人？此事必须查清，还本宫一个清白。事情要说闹大了，怕是皇上面前也不好交代。这就不劳萧夫人和少将军操心了。你太医已到，没必要再说废话。来人，把侧夫人带过来。侧夫人刚刚小产伤了身子，那就把她抬过来。冷霜，你去。是。这个林子舒怎么回事？一个最不受宠的公主，之前一直都很安分，今天居然这般不识抬举。夫人在心里骂我呀，不如直接说出来，免得憋坏了身子。公主殿下说笑了，雪儿身子骨不好，我去看看。哼，公主没让走，夫人还是留在这里为好。既然是落水导致小产，那刚好让太医好好诊断一下，免得落下病根。别抓我，我不去！云恒哥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替侧夫人诊断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害怕。你们萧家一口一个家法，但妾室见了公主，竟然不上前行礼，规矩何在？司统领，雪儿早上落水，这会儿可是站都站不稳。今日所见，我会如实禀告陛下。
萧家侧夫人目中无君，萧家上下尊卑不分，萧少将军宠妾灭妻。雪儿，给公主殿下行礼。我凭什么要给那个贱人行礼？雪儿给姐姐请安。本宫金枝玉叶，贵为一国公主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配叫我姐姐？我看你是要好好学一学如何参拜公主。冷霜，是。你司苍，你仗着自己是暗影卫统领，在萧家肆意妄为，居心何在？少在这多费口舌。太医，给侧夫人诊断。我不要，我害怕。侧夫人不要害怕，老夫只是给侧夫人把脉。滚开！我才不要你们把脉！不敢让太医把脉，那就说明你心虚，是故意栽赃陷害本宫。公主殿下，今日都是我的错，不该对公主兴师问罪。公主是金枝玉叶，掌握臣民生杀大权，你想让谁死，谁就得死。雪儿命不好，不该先一步怀上萧家的孩子。够了！我看你们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冷霜，让太医给侧夫人诊断。什么情况？有话直说。侧夫人并未消产，而是来了癸水。什么？太医，您诊错了吧？明明府医诊脉说雪儿是有孕在身。侧夫人并未身孕，也没有消产。所谓见红，便是来了癸水。如果府医摸到有孕症状，那就问侧夫人有没有猫腻了。不可能！老夫在太医院待了数十载，难道萧夫人在质疑我的医术？对，我们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，侧夫人根本就没有身孕。恒哥，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现已真相大白，是他陷害本宫，罪不容赦。冷霜，送去暗影阁大牢。云子说，送他去暗影阁，你这是要他的命啊！陷害公主难道不应该待在大牢吗？如果今天他计谋得逞，你们萧家还要如何对待我？今日之事，我会如实禀告皇上。有什么话，请萧夫人和少将军到皇上面前说。带走。我不去，恒哥，救我！说，这是家务事，为何一定要闹大？家务事。现休书已在此，从此我和你们萧家再无任何关系。从此我和你们萧家再无任何关系。不要，恒哥，你救我！我不去暗影阁。公主殿下，求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少将军难道还不明白，这已不仅仅只是栽赃陷害这么简单，他这是要谋害本宫。把他带去暗影阁大牢，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卑职领命。不，恒哥，我不去。叔，你冷静一下，我替雪儿赔罪。晚了，她只是弱女子，受不起暗影阁的酷刑。弱女子，弱女子可没有胆量能谋害公主。莫非这背后还有人指使？那本宫更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子叔，我知道是他陷害于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这次我绝对真心对你，你就放过他这一次吧。你的真心太廉价，本宫看着恶心。公主殿下嫁入萧家，乃是皇上亲自赐婚，这放眼古今，哪有女子休夫的道理？那本宫今天就要开个先例。公主殿下，今日之事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是我糊涂，而且公主殿下责罚，饶了雪儿。谋害皇族乃是死罪，罪不容赦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都起来吧！云子叔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闹得这么凶，你把皇族的颜面置于何地？太子可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家里的事就在家里解决。闹这么大，你想让外人看笑话吗？那很遗憾，现在已经不算是家务事。本宫刚已写好了休书，太子殿下来晚一步。放肆！云子叔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的婚事是父皇所赐，你有什么资格写休书？简直大逆不道！
你眼里还有父皇，还有皇族的威严吗？太子殿下，依照大庸律例，诬陷谋害公主乃是死罪，以下犯上对公主不敬者，轻则杖50，重则当场处死。公主仅休了少将军，已是宽容。萧家夫人以下犯上，萧云衡宠妾灭妻，萧家侧室心肠歹毒，蓄意谋害我。本宫若是轻饶了他们，那才是有损皇家威严。子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硬了？行了，闹够了就把门关起来自己解决。别忘，当初你在宫中行不轨之事，是云衡不计后果娶了你，免了你的罪，好让你今日还能在下人面前耀武扬威。差不多得了，简直忘恩负义。太子殿下，当初本宫在你的太子册封宴上被人算计，所喝的酒还是你府上宫人递过来。你作为太子不查明真相，作为哥哥不维护妹妹，还说出如此的话，怎么太子殿下与萧家比和我这个妹妹还要亲近吗？云子书，你给本宫把你的嘴闭上！本宫只是秉公办事。话又说回来，今日之事确实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那太子殿下说说，萧云衡宠妾灭妻，萧家夫人要拿萧家家法处置我，萧家侧室蓄意构陷我，萧家全族以下犯上这些，按照大庸的律例，应当如何惩处？你婚前与人私通，云衡心中难免忌讳，多宠侧室也是情有可原。你是正室又是公主，理应大度。侧夫人构陷于你，也只是无心之举，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，你却闹得如此沸沸扬扬，成何体统？真不愧是我大庸的储君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查明事情真相，就能如此谴责自己的妹妹。你口口声声说与萧家不亲近，可怜萧云衡的闺中之事都如此清楚。萧家手握兵权，太子殿下不仅不避嫌，还如此亲近，是安了什么心？司仓，你身为暗影阁统领，督察百官，是否也包括太子殿下？自然，不仅仅是太子殿下，一众皇子的一言一行，皆在暗影阁监察范围内。若有皇子异心，暗影阁有权直接击杀，先斩后奏。云子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污蔑本宫！太子殿下，此次之事是萧家有错在先，卑职身为暗影阁统领，有监察之职，自会将事实真相禀明皇上，一切由皇上定夺。太子殿下也无权对大庸嫡公主动私刑。殿下，司仓，我发了。将罪妇李雪带走。不，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，雪儿身子柔弱，断断承受不住暗影阁的酷刑，还请太子殿下劝诫公主。司仓，你也要跟着云子书胡闹？萧家侧夫人诬陷公主，罪证确凿，卑职一律办事，何来胡闹一说？不过是争风吃醋的内宅之事罢了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快把人放了！太子的要求，恕难从命。冷霜，将罪妇李雪带走，任何人敢阻拦暗影阁办案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太子救我！萧书，本宫已经留下，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是见证，从今往后，萧家的任何事都与本宫无关。休书，他失心疯了吗？居然真的敢修复！太子殿下，公主殿下，他执意要修复。萧夫人放心，本宫这就回宫面见父皇，有父皇在，定会给你们萧家一个交代，绝不会让云子书肆意妄为，想修复他做梦。太子殿下，这个云子书突然之间变得这般硬气，显然是受了暗影阁统领司仓的助力。这个司仓不图，恐怕对您不利。暗影阁只不过是父皇养的一条狗，真拿自己当主子。云子书对那晚宫宴失身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那晚与他私会的男人到底是谁。不如我们就随便找个男人，就说是公主不守妇道，与他早就私会，婚后仍执迷不悟，红杏出墙。到那时，就算是他想休夫，皇上和众大臣好，这样一来，云子书便会乖乖的留在萧家，任凭萧家处置。公主殿下，到了。
司曹，臣在。今日休了萧云衡，我是认真的。卑职知道。日后的路还很长，会有很多麻烦找上来。这皇城当中，想要我命的人太多了。殿下不用怕，有卑职在，没人动得了殿下一根毫毛。我自然是不怕的，只是你。卑职会永远站在公主身边。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风走远，最后拂过了眉间，渐渐驱散了阴天。云万千，企图独占这一圈，沉默远。难得那日太子册封宴时，我被算计后，与我共度一夜的人是司曹。公主慢些。司曹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。殿下不用怕，噩梦永远只是噩梦，往事暗沉不可追。臣愿保殿下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司曹，你可还记得太子册封典礼那日？宫中来人了，皇上震怒，命司统领立刻带公主殿下回宫。怎么办呀？公主受了惊吓，正昏迷不醒。是，奴婢明白了。你去告诉传旨之人，就说公主在萧家受了惊吓，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梦魇缠身，暂时不能进宫。是。司曹，你和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掌握着皇上的把柄？公主殿下，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即便是暗影阁统领，也不能忤逆皇上的旨意。何况眼下若想保我全身而退，更不应如此。你有确凿的筹码。卑职确实掌握着皇上的秘密，所以他们才不敢动你。是。可若是他们暗中下毒手呢？不会，卑职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目前皇上还不会对我动手。这普天之下，敢如此妄言的，也只有司曹你了。既然有如此手脚，又何必保我？拖累你，司曹，你真傻。这个秘密跟公主殿下有关。与我有关？与我有关？是。能说吗？能。不过殿下今日过分劳累，须得好好休息，待明日养足精神之后，卑职才能告知。公主，你觉得我睡得着吗？云晨、李雪、萧家人，还有皇宫里那位，此时的消息，萧家估计已经送去军营。萧将军此时估计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别怕，公主有什么想法，尽管吩咐。先解决修夫一事，与萧家彻底一刀两断。不仅如此，本宫还要萧家的兵权。至于李雪，她还不能死，先随便教训一下，再完好无损的送回萧家。完好无损？对，完好无损。李雪欺骗萧家母子在先，陷害本宫在后，这些都是李雪她自己造下的，就这么让她死了，太便宜她了。本宫借此事休了萧云衡，坏了他们的计划，日后萧家人所食恶果，都是李雪今日种下的因。萧家富贵，萧夫人更是将侄女视为心头肉。等萧家一步步没落，他们就会牢牢的记住，造成今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。我就是要看他们狗咬狗，互相厮杀。公主聪慧通透，睿智过人，当然也别太早放出来，不然本宫如何与他们谈判呢？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宫中又来人传旨，皇上让公主即刻进宫，本宫的护卫就在外面，怕是来不。云晨怕是早已进宫 ，KO 加速的告完御状，你自己去，我不放心，我陪你进宫。他们冲你来的，殿下好好休息，我来解决。冷霜冷月。是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保护好公主。若殿下有任何危险，你们自裁谢罪。是。除了冷霜冷月外，公主府内外为既安排了足够多的人手，
足以保护公主殿下的安全。思聪，你不要将我当做弱不禁风的女子看待。以前我被他们拿捏，也是我愿意忍。如今本宫不愿意忍，就没有人能伤害得了我。是。这人平日里手段狠辣，今儿居然笑了。思聪，公主殿下还有什么交代？那日太子册封宴，我被人算计。不是。公主，你累了，好好休息。宫宴当时，我毒发一时之气，被安危带回我的寝宫，醒来就发现公主被电了，都是我的失职，才让公主冤枉受屈。以后我定会好好的保护。公主，李雪的兄长带了不少人过来，要求必须马上见到你。奴才见他们来者不善，恐怕要对公主您不利啊。哟，还正想着怎么才能帮到思聪，这就有蠢货上赶着送上门来，让他们进来，不用阻拦。是。公主，属下去把他打发了，不是更好？省得他吵到殿下。本宫在萧家受的气还没发泄完，这有把子主动送上，哪有不接的道理？云子硕，毒妇，凭什么要把雪儿送去那种地方？李雪去暗影阁，自有她去的道理。公主就可以仗势欺人，雪儿从小身子骨弱，你把她送去暗影阁那种环境，就是想让她死是吧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本宫是谁？知道又如何？公主莫非要我向你下跪？娄月，对本宫不敬，掌嘴！你敢！给我继续打，打到本宫满意为止。子说，你可知道我们黎家和太子可是世交，太子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黎轩，你父亲是户部侍郎，这可是个贼主。太子是当朝储君，判大庸律例，不得与朝臣接吻过密。你此番言论，莫不是在指认太子结党营私，勾结朝臣，图谋不轨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。黎公子胡言乱语，污蔑太子乃是重罪，给我打，打到他懂尊卑为止。太仗势欺人了，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，这才当呢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到后院去，用铁铐铐起来。我倒要看看他这张嘴什么时候才能学乖。娄月，你即刻进宫禀报皇上，就说黎家大公子黎轩以黎家与太子交好为由，率府兵直闯公主府内院，将本宫直接拽下了床榻，导致本宫惊吓过度，昏迷不醒。公主，属下吩咐他人去，统领让属下贴身保护殿下。你亲自去，有冷霜保护我足够了。只有思聪见到了，他才知道这是我的主意，才不会生出无谓的担忧。是。陛下，公主殿下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眼下正梦魇不停的哭泣，卑职没能把她带过来，请陛下恕罪。司统领可真会给他找借口，本宫刚刚可亲眼看见他神色如常的脸，哪有半分受到惊吓的样子？公主有没有受到惊吓，萧云衡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司统领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之事本就是个误会，我和我的母亲已经再三向公主殿下赔罪，司统领你却一直在火上浇油，撺掇我和公主和离，不知是何道理。好了，这个子书啊，现在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偏要闹什么和离，他将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处？是啊，父皇，子书这次做的确实太过，她是公主，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，更是皇家的颜面。倘若都像她这样，父皇如何治理天下？实在该。萧云衡光天化日就要对公主动手，萧夫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张口就要给公主定罪，这样肆意羞辱公主的一家人，臣以为公主休夫才是对皇家颜面最大的保留。云子书这个决定太过草率了吧？她本就不是完璧之身，是云衡不计前嫌娶了她。既为人妻，夫为妻纲的道理为何不懂？既然嫁进了萧家，自然要遵守萧家的规矩。太子认为，到底是君为臣纲在上，还是夫为妻纲在上？如此诋毁自己的妹妹，讨好萧家，污蔑公主，贬低皇上，太子是何用心？父皇，他挑拨离间。
儿臣只是就事论事，别无其他用心。太子殿下位居东宫，更应该懂得避嫌。司仓，萧家一事，你干涉的可比本宫多。这暗影阁到底是听父皇的，还是听他云子书的？自然是听从皇上的。卑职今日所为，皆是职责所在，不会偏袒任何人。太子殿下是大庸储君，便是下一任帝王。萧家如此明目张胆的欺君行为，太子当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如若不是暗下有什么交易，卑职实在是想不出太子的用意。你够了，吵什么吵？还嫌朕不够心烦吗？太子，传朕旨意，你替朕去公主府把公主请过来。是，儿臣这就亲自去将皇妹请过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启禀陛下，出事了！离家长子离轩带着一众外男直闯公主府内院，说离家与太子交好，谁敢阻拦就是以太子为敌。公主还在梦魇，他们硬生生把公主从床榻上拽下来，公主受到惊吓，摔在地上昏了过去，情况严重。陛下，原来离家已经目无君王到如此地步。父皇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离家如此胆大包天，难不成真如离公子所说，离家与太子暗中交好？简直胡说八道，荒谬之极！你选这个时候去招惹云子书，被云子书和司仓捏住把柄，你萧两家和我都会受到牵连。你选这个口无遮拦的蠢货！离家教子无方，还口出狂言，该罚。父皇，闭嘴！皇上，离家公子是该罚，卑职稍后自会亲自前去惩戒。但萧云衡以下犯上，宠妾灭妻，冒犯公主，陛下该如何处置？司统领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罚？以下犯上，依照大庸律例，应杖责50。萧云衡，你觉得呢？臣甘愿受罚。殿下，萧云衡被杖责50，太子派人把他抬回了萧府。很好。还有，属下看到离家有人去了萧府，萧大将军也急匆匆地赶回了家。不过，司统领带着禁军去了离家，离家蔑视皇权，以下犯上，按律牵连9族。好戏要开场了。公主，离家来人了。李姐的父母过来了。是。养不教父之过，就让他们在外面跪着，说本公主正昏迷不醒，什么时候醒了，再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什么？我乃朝廷命官，公主凭什么让我一直跪着避而不见？黎大人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公主受了重伤昏迷，眼下还没醒，见不了黎大人。哈，还望管事务必再去通传一声，就说李某人此次前来是专程为犬子赔罪的，求公主大人大量，务必饶了我家轩儿。黎公子带这么多家兵打伤公主，这是谋杀。暗影阁已经介入，具体怎么处置，等到公主醒了以后才能知道。这暗影阁到底是为皇上办事的，还是他云子书？两位是来请罪的。司统领，请罪就该有请罪的样子。谋害公主是什么罪名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求司统领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跪着吧，等公主殿下醒来，看到你们的诚意，说不定会网开一面。司统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是一匹侍郎，今日一跪，今后在那些同僚面前该怎样做人？快，你速速赶去萧家，让萧夫人带着萧云衡也来请罪。萧云衡不是受伤了吗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正因为他受了伤，所以才更应该过来。你还不赶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！司仓，萧云衡被杖责50，至少也要在床上休养1个月。方才离仙上赶着找过来，真是有趣。这萧家还没收拾完，离家又上赶着来送死。本宫让冷月去传话，可有帮到你？公主殿下，
您变化很大，行事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你希望我和以前一样？现在这样挺好。我也觉得很好，不理会圣旨，不在乎礼教，更不用遵循三从四德，也不用在乎世俗言论。本宫就是大雍名正言顺的嫡公主，哪怕是母后早逝，也不能任人欺辱。皇上可以为难你？未曾。既然来了，留下陪我吃饭吧。好。公主、统领，太子带着御医和禁军来了，来者不善。他们有完没完？卑职去处理。不必理会他们，陪我用膳。殿下，让他们等着便是。陪我吃饭。是。黎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太子殿下，都怪臣教子无方，臣有罪呀！微臣此次前来，是特来向公主殿下赔罪的，求公主殿下能够宽宏大量，放过我家雪儿跟轩儿吧。此书一直不出来，让朝廷命官当街跪在公主府外，成何体统？让开！太子殿下，公主殿下身体不便，司统领严令，公主殿下醒来之前，任何人不许打扰。本宫是太子，也是你们可以拦的。滚！要造反吗？本宫带御医来给此书看病，你们都给我让开！若是耽搁了，本宫要你们的命！太子殿下息怒，李公子带兵冲撞到公主，导致公主昏迷，看守因守卫不力，已经被司统领带进暗影阁严加责罚。他们是再也不敢有任何疏忽了。去通传一声，就说本宫奉父皇之命，带御医前来问诊。若他继续嚣张任性，不知收敛，别怪本宫硬闯。公主，太子和太医还在等候回复呢。就说本宫刚醒，头还疼着，让太医进来吧。是。黎家长子关在哪儿？西北院。带我去。是。云子说，黎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你让他当街跪在外面，像什么样子？这朝廷命官比当朝嫡公主还要尊贵啊！云子书，黎轩带人擅闯公主府内院，意图谋害公子。按照律法，抄家灭门都不为过。行了，让太医给你号个脉，检查一下伤势，本宫也好尽快回去复命。不必号脉了，除了头疼，也没觉得哪不舒服。既然这样，黎轩我带走。黎轩，他没回去吗？在装傻。太子殿下没必要恼羞成怒。我只记得这黎轩带着一群人像疯狗一样冲进，将我拽倒在地，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在之后的事情，本宫也不记得。公主殿下，黎轩被暗影阁关起来了。是吗？在哪？关在了西北柴房。司统领已经过去了。司仓也在。既然暗影阁已经介入，那就不是本宫能左右的了。你的婚事是父皇所赐，别说修夫，就算合理也不行。你罔顾人伦，不遵圣意，好自为之吧你！哼！公主，黎轩被司统领带去了暗影阁，太子殿下去迟了。这不给我们太子殿下气出个好歹来？去，叫黎大人进了门。公主殿下，求公主殿下网开一面，无论如何放过我家黎轩和黎雪吧。本宫实在是受了惊吓，今日之事不好就这么过去。黎大人可真是养了一双好儿女。子不教父之过，只要公主殿下能够放过轩儿和雪儿，怎么责罚下官都行。黎大人说笑了，本宫只是公主，还没有处理朝廷命官的能力。你也听到了，这黎轩是被暗影阁司统领带走了的。本宫倒是可以替你求求情，不过有条件。哎，公主这话说的，我说是一个条件了，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回来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本官都答应。很好，那你主动去父皇那里请罪，就说自己教子无方，并且主动让出户部侍郎一职。公主殿下的意思是要让我辞去户部侍郎之职，
本宫不逼你，不过黎轩、黎氏以及黎家上下满门的生死，就看黎大人的决定了。倘若皇上不同意呢？黎大人认错态度诚恳，皇上怎会不同意？不过黎大人要速度快些，不然呢，这黎轩李喜的身体在安隐阁啊，可坚持不了多久。公主劳累了一天，早些休息吧。萧家是太子党羽，太子肯定会拼死护着，萧家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公主明日还要忙于应付呢。看来我们得拉拢一些更强大的盟友，毕竟萧将军家战功赫赫，确实不好对付。公主可是有了主意。如今大雍一半的兵权都掌握在凤家，当年皇上登基称帝，还是凤家辅佐，乃是功臣。可惜皇上担心凤家功高盖主，做梦都想除掉凤家。但如今能与如日中天的萧家相匹敌的，也就只有凤家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公主，那凤家家主可是当今皇上的亲舅舅啊！皇上生性多疑，当年母后早逝，嫡长子夭折，凤家被卷入一场惊天的秘密当中。如今大雍的权势早已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和凤家。丞相弹劾黎家，黎大人也趁机请罪，皇上不得已将黎大人逐出帝境。如今户部侍郎这一职已经空出来了。告诉司曹，户部侍郎换成我们的人。是。太子党羽众多，其他皇子也不是吃素的。若此时不齐心协力除掉李侍郎，岂不罔顾本宫给他们准备的粮？殿下，他们应该是急了。萧夫人一个时辰之前就来了，说要向您请罪，属下怕扰您休息，便并未通禀。好歹是将军夫人，叫她进来吧。是。这个小贱人，居然让我等了这么久！萧夫人，我们殿下让你进去。你们在这等着。萧夫人见到嫡公主，应该行跪拜大礼。我是公主的婆母，你居然敢让我跪！萧夫人是记性不太好吧？我们殿下的休书都已经给了，现在全京都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殿下与萧云衡可是没有任何关系。公主和云衡的婚事是皇上所赐，没有旨意，谁都不能取消婚约。昨日将军已经面见了皇上，皇上金口玉言，公主这休书还做不得数。萧夫人，请罪就该有请罪的态度，别以为你是将军夫人，就在嫡公主面前趾高气昂。子舒，你也该消消气了，夫妻之间闹矛盾很正常，别把场面闹得太难看。萧夫人若是无事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们殿下要去看黎家兄妹用刑。我们暗影阁可是人间炼狱，有着世间所有刑具，不知萧夫人可有兴趣一起去参观参观？臣妇参见公主殿下，殿下千岁，千岁。那你可跪好了，不得嫡公主殿下旨意，不可起身。萧云衡被战5时，伤势如何？本宫劝萧夫人都要跪，就跪得有诚意一点。本宫在萧家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萧云衡宠妾灭妻，对本宫来说乃是奇耻大辱。之前是云衡做的不好，臣妇今日特意来请罪，还望公主大度。你来请罪，本宫就要原谅。没猜错，萧将军让你来的吧？既然萧云衡已被杖责，那你和萧云衡之前冒犯我的事情到此为止。本宫既往不咎，也希望萧家不要再来纠缠。那怎么行？
公主和云禾是陛下赐婚、名正言顺的夫妻，合离之事，将军不同意，皇上更是不同意。就算我们此前做的不对，但是云禾已经受到了惩罚。臣父今日以来下跪亲自赔罪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到底要怎样才肯回到萧家？真是难为萧夫人来请罪了，真是委屈死你。臣父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说了，你和萧云恒冒犯本宫的事情既往不咎，但是本宫没打算继续和萧云恒维持夫妻关系。萧夫人，请回吧。公主殿下，安隐阁司统领来问，是否对黎轩、李雪动刑？公主，万万不可！黎轩对本公主动手，但看在萧夫人的面子上，小惩大戒吧，鞭100，断3日水粮。公主，你这是要她的命啊！萧夫人，这已是轻罚，汉隐阁的酷刑花样百出。我听说有一项是将人活生生的放在火上烤，那香味几日不减。萧夫人可有兴趣闻闻？你这个毒妇！把人送回去。是。公主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本宫等着他们。他不愿回来。何止是不愿意回来？娘今日亲自去见他，没想到竟让我足足跪了1个时辰。什么？他竟敢如此羞辱母亲！这个小贱人，等过后再收拾他。娘，您知道雪儿在安隐阁如何了吗？我听说黎轩受了重刑。娘想办法。夫人，皇上和太子殿下已驾离公主府，将军请您马上到公主府一趟。皇上到了公主府？是。哼，殿下亲临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小贱人还能耍什么威风。和儿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娘将他哄骗回来，定要扒他一层皮。娘，委屈你了。不过你也不必急于这一时，我与太子商议好了，会找人冒充那日与他私通之人，闹到皇上面前，到时候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若不是云子书，雪儿也不至于被送到安隐阁。您和父亲也不必伤了感情，这些账我都会记着的。儿臣参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子舒。让父皇担心了。子舒啊，你是公主，家务事不要闹得太难看。这不是家务事，儿臣已将休书递与萧家，从此与萧家一刀两断。胡说！你是女子，岂有休夫的道理？父皇说的极在理，本来就是一场误会。这不是误会，父皇，您不知道儿臣在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好了，子舒，朕真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朕已命那萧夫人亲自过来接你，还要她当面做出承诺，以后不许欺负你。至于那个李雪，确实该罚。李雪诬陷儿臣，李雪以下犯上，按规矩，李家应该抄家灭门。云子舒啊，父皇都亲自来了，你别得寸进尺了。别忘了你自己当初做的那些祸乱宫闱之事，父皇还没降罪于你呢。臣父参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参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岁！应身吧。谢皇上。萧将军与夫人是没看到本宫吗？还是说根本就不将本宫放在眼里？臣父参见公主殿下。本宫是护国嫡公主，将军与夫人参见的是哪位公主？臣父参见护国嫡公主，千岁千岁。父皇，儿臣记得，所有有封号的皇子公主都可以独自立府。朕不是已将这座府邸赐予你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嫡女，又是皇上亲封的护国嫡公主，贵上加贵。儿臣有权利将驸马娶进门。若父皇执意要我与萧云恒复合，那儿臣愿意让萧云恒嫁到公主府来。这怎么可以？简直荒唐！不行，我儿云恒堂堂8尺男儿，怎么能住到公主府里去？为什么不行？公主是欺人太甚。本宫所言皆是按照皇族的规矩律法而来。萧夫人若是不满，大可以说出个缘由来。
莫不是萧夫人认为我不住进萧家，萧家就不能拿捏我欺负我？还是萧云恒觉得住进公主府，我会和他一样宠妾灭妻，加害于他？子舒，休得胡言！父皇，儿臣不会再住进萧家。若父皇不愿意，儿臣甘愿一死。萧爱卿，你觉得呢？皇上，臣听皇上做主，也尊重狄公主殿下的决定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就等云恒伤势好些，就搬到公主府来住吧。儿臣嫁去萧家的时候，可是一个仆人都没带。儿臣希望萧云恒搬进公主府，也一个仆人都没有。是，臣会安排，一切以狄公主的意愿为主。子舒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如果还有需求，儿臣会命人去通知萧将军。子舒，希望你跟云恒能够早日解除误会，夫妻和睦。若日后感情好了，可以随时搬回萧家来住。是，这小贱蹄子现在在气头上耍小性子，等云恒把他哄好了，带回萧家，那还不是继续任由我们拿捏？公主既然已经原谅了云恒，可否放了黎轩和李雪？汉影阁的事情都是由司统领做主，等萧云恒搬进公主府，我会和司统领求情，看可不可以网开一面。公主，当真要让萧云恒住进来，那休书岂不是？皇上之所以铁了心的让我嫁给萧云恒，是想让我死在萧家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皇上下了一盘好棋，利用我绑住萧家，为太子谋划铺路。日后我没了价值，便让我死在萧家，以此皇家也有了拿捏萧家的把柄。伴君如伴虎，皇上需要萧家，同样也需要为除掉萧家做足准备，既能让我这个让他厌恶的女儿死得悄无声息，又能多一个日后问罪萧家的把柄，一举两得。公主可有打算？你是安影阁统领，弄几副玄铁镣铐回来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黎轩和李雪就快放出来了，明日在朝堂之上，此事也应该做一个了结。是。殿下，今日朝堂上，御史们联合窜奏李大人教女无方，现下李大人与其夫人已被贬出京都，再无录用可能，萧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。户部侍郎的位置可有人选？司统领与丞相打过招呼，丞相力荐顾秋白顾大人为户部侍郎，他是我们自己人。好，很好，一步一步慢慢来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。公主，将军府的人来了，他们将萧云恒送回来了。他们动作倒是快，生怕本宫反悔了。荀子舒居然安排我住这儿！床上的被褥已经换成干净的了，驸马的茶具也已经换成新的了。驸马眼下好好养伤，公主说了，您需要静养，这里正合适。荀子舒呢？我要见他。我们公主正在休息。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睡？现在立刻给我换间屋子，否则我立刻离开这儿。萧少将军果然是在哪儿都不忘摆架子呀！这座院子配不上你的身份。荀子舒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座院子呀，日后就是你唯一可以活动的地方。你愿意住固然是好，若是不愿意住呢？睡地上，本宫也不强迫你，任你选择。但是我可提醒你了，千万别得罪府上的朋友，不然这日后都没有人愿意照顾你了。你在公主府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走。荀子舒，荀子舒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还敢囚禁我？荀子舒，今天是姑姑的赏花宴，这云子舒好大的架子，这个点儿了还不到。他最近可是得意的很呢。听说云子舒害得云恒被打了板子，到现在还没好呢。他真是无法无天。今日的赏花宴，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父亲忌惮他，我萧云雾可不怕。今天
我就要为我们萧家讨个公道。嫡公主驾到，各位贵女不知道起身见礼，这就是各位贵女的规矩和教养吗？参见公主殿下。免礼，诸位坐吧。公主殿下气色真是不错呀，把萧家惹得鸡犬不宁的。公主殿下可是好威风。萧夫人在我面前都得跪着说话，你不但站着，还对本宫冷嘲热讽，谁给你的勇气？萧云恒现已搬进我公主府，本公主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探我。萧姑娘这个时候跟我对着干，是想给我一个理由，把怒火都发泄在萧云恒身上吗？你敢？本宫为何不敢？姐姐，今天是姑姑的赏花宴，就别摆公主的架子了吧。再说了，一个没有母后庇护的公主，跟官员家的庶女有什么区别？顶个嫡女的名头就能当饭吃，伏低做小才是生存之道。就是呀，没有母亲庇护的公主，别谈嫡不嫡女了，跟孤女也没什么不一样吧？你敢羞我弟弟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以后要仰仗谁？诸位的意思是，本宫没有庶出的女子尊贵了？先皇后已故去多年，您这个公主被人不管不顾这么多年，实在算不上尊贵。冷月，你觉得谁尊贵？在场没人比公主尊贵，敢对公主无礼，那就是以下犯上。李家兄妹刚从安影阁放走，听说受尽了酷刑，属下这就去禀报统领大人，让各位贵女也去体验体验。公主现在是拿暗影阁出来吓唬人吗？萧姑娘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在这个时候犯蠢。他萧云恒正在本公主府里，我若真对他做什么，他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你最好别跟本宫对着。云子书，你敢？回去告诉冷霜，就说萧云恒他伤势太重，今天的晚饭就不用送了，让他好生养伤。是公主。云子书，你太过恶毒，这就恶毒了。本宫不过是在回报他萧云恒对我的1/1000。云子书，你还是早点搬回萧家。你既然嫁了过去，就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本宫乃是公主府的主人，我让萧云恒搬进公主府已经是让步。他萧家要是觉得委屈，那随时叫人把萧云恒接走，从此我跟萧家一刀两断，互不相干。云子书，你简直张狂至极！你母亲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商女，张嘴！云子书，你敢让人打我？来人，把这个下贱的婢女跟本公主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我乃暗影阁影卫，保护公主乃是本职工作，谁敢动我？云子书，你拿暗影阁来压我，你给我等着！公主，公主，八公主应该是去跟皇上告状。若是此事激怒皇上，对公主可有好处吗？当然有好处。本宫今天就是要把事情闹大。这就目无尊卑，口无遮拦。本公主乃是父皇唯一的嫡公主，竟然说本公主是孤女，诅咒皇上，拖下去，把他们送入暗影阁。是。公主饶命啊！公主。至于萧姑娘嘛，本公主今天就要好好教教萧家姑娘的规矩。这一巴掌打你不分尊卑，这一巴掌打你口无遮拦，这一巴掌打你蔑视皇权。云子书，给我等着！屡教不改。云子书，回去告诉萧将军，你这个人是我打的。云子书，你再这样嚣张跋扈，皇上也不会容忍你的。还敢顶嘴？看来你这脸销毁掉。这女人疯了，你疯了！殿下，皇上震怒，罚您禁足在家。可您明明说激怒皇上对您有好处，这不急，很快就来了。我已经让冷霜去迎贵客了。啊？可是冷霜明明在后院围墙那站着呀。阮达公主，
凤家嫡长孙凤慈求见。公主，您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凤家嫡长孙凤慈来了。凤慈，竟是凤家嫡长孙亲自来，胆子不小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参见公主殿下，殿下千岁，冒昧打扰公主，殿下恕罪。免礼吧。凤公子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？奉祖父之命，特来了解公主殿下。如何了解？关于萧家萧云衡一事，不知公主抱什么态度？怎么，凤国舅如此关心我和萧家的关系？若有冒犯，还请公主恕罪。祖父有不得不关心的理由。我与萧家没有任何情谊可言，不管本宫现在做什么决定，最终都是他死我活。为何要置萧家于死地？我与萧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公主与萧家断了之后，可有中意的夫婿人选？没有。那本宫没有再婚嫁的打算。臣多有唐突，太子殿下与公主似有不满。确实不满。可太子殿下将来会登基称帝，公主不怕？他不是还没登基吗？能不能登基还都是未知数。谁说储君就一定会是皇帝？若是有话便直说，无事便请回。公主殿下觉得朝中皇子谁有资格做皇帝？权力只有在自己手中最安全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凤公子是聪明人，这便是本宫的态度，可以如实传达给国舅，明白了吗？冷霜，送客。殿下，司统领来了。公主殿下，不必多礼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见见你。听闻凤家来人了，那凤家公子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他说什么了？他是来替凤国舅试探我的态度的。那殿下是打算拉拢凤家？只凭你我，毕竟是公务难治。这凤家掌握着部分兵权，家主又是位高权重的首辅，是最佳的盟友选择。那殿下对凤子的印象如何？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？卑职想听实话。实话，这凤公子确实不错，和他祖父辈比，还真是不一样，像是一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似是对凤公子有很大敌意啊。我刚从萧家出来，还无意卷入另一段感情，你不必担心我对凤慈生出什么感情来。卑职只是随便问问。本宫知道。没什么事，卑职就先走了。思藏，你以后来公主府，来去自由，不必通报。那怎可？万一卑职来的不是时候？你任何时候来，都是时候。公主殿下，那萧云衡吵吵着要见你。来人，我要见云子舒。哟，见本宫作何呀？想让本宫过来心疼可怜你？云子舒，今日心情不好，你最好不要挑战本宫底线。子舒，以前是我不好，要是你愿意跟我回家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妻是妻，妾是妾，我绝对不会让李雪凌驾于你之上的。你在讲什么笑话呢？本宫想着选2个夫士进来，要不少将军给我参谋参谋。你说什么？本宫今日前来无聊，打算选2个年轻貌美的男子进府自。简直荒唐可笑！哪个女子像你一样罔顾人伦？你能有气势，本宫怎么就不能有？你当然不能有。可惜，本宫就是要有，明日就选，到时候让少将军过来开开眼界。你身为女子，3从4德。本宫是公主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等着！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就告到皇上面前，治你不守妇道！来人，驸马以下犯上，没有规则，给他好好长长记性。
真是不长记性。你以为本宫将你接进公主府是妥协吗？错，我就是要将你困在这里，想怎么就怎么，给我打！回头去将军府，将本宫的嫁妆都取回来。是。姑姑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云恒呢？姑姑在公主府。哪个公主府？在护国公主府。你先去沐浴，稍后跟你细说。云子舒这个小贱人，肯定趁机报复了云恒。明天我就去公主府看看，要是云子舒敢对云恒做什么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雪儿，你受苦了。姑姑，云恒为何去那贱人府中？那云子舒仗着自己公主的身份，让陛下打了云恒50大板。他竟然敢打云恒哥哥！如今云恒受了伤，在那边过得哪里舒坦？姑姑，你放心，云恒受了伤，我肯定要去照顾他，绝不让他在公主府受半点委屈。既然如此，那照顾云恒的事情我就交给你了。姑姑，我自己去便是，照顾云恒是我分内的事，不能让姑姑也看云子舒的脸色。我要见云子舒。你是谁？我是萧少将军的侧夫人李雪，我是来照顾云恒哥哥的。怪不得，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妾。你来公主府居然如此嚣张，这皇室贵女来公主府也要提前送上拜帖。你一个侧夫人居然如此莽撞，萧夫人没有教过你规矩吧？你去告诉云子舒，就说我是来给他赔罪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现在就跪在这儿！公主要是愿意见你，自然会传你的。让我跪在这儿？云子舒！殿下，李雪在外面跪了大半日了，让她继续跪着。然后告诉萧云恒，李雪来了。公主的意思是让萧云恒来见李雪。这李雪若是非要留下，那就让她留下吧。既然有人来照顾萧云恒了，那边伺候的人就都撤了吧。没事，别去打扰他们，但是不能离开公主府半步。我就是要让李雪知道，什么叫做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。这李雪啊，她在萧家都娇纵惯了，哪里是会照顾人的？就让他们朝夕相处，互相折磨。殿下英明。对了，殿下，过几日便是吴贵妃的生辰，可要准备贺礼。吴贵妃，她可是太子生母，母后去世之后，一直是她执掌凤印，统理后宫。她的寿宴当然要好好准备一下，收拾一下，去御宝阁。姐姐怎么来了？姐姐前几日让萧家颜面扫地，如今就算是把天上的凤凰送给贵妃，贵妃娘娘怕是都高兴不起来。再说了，这御宝阁里的东西贵着呢，你买得起吗？公主殿下，御宝阁今日到了一批新款式，一套凤凰的官钗十分精美，公主若喜欢，草民这就拿出来。去拿来吧。姐姐买得起吗？别光看着过眼，别等人家拿出了东西，姐姐买不起，可就让人家笑话了。冷月，日后若是再有人冒犯本公主，直接掌嘴。是。云子舒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公主殿下，东西来了。这个我喜欢，本宫要了。1两黄金。说谁买得起？我家主子说了，公主殿下喜欢这贺礼，可以先拿去用，银子不急，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，我们不催。这御宝阁主子是谁？为何对云子舒如此友好？那给我，我要了。抱歉，我们家主子说了，只给嫡公主，若是8公主想要，得先给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，我们走。冷月，无功不受禄，还希望可以见下你们家主。是。主子，公主殿下想见你。不见，还没有到时候。公主殿下，我家主子暂时抽不出空来，但这贺礼您可以先带走。我家主子相信公主殿下是有信誉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宫就先承了这份情，替我谢谢你们家主。日后有机会，
本宫必然当面道谢。是。冷月，我要见司曹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禀报统领大人。唤你来吃饭，顺便打听一些事情。殿下想问什么？你可知道这玉宝阁的阁主是谁？殿下问这个干什么？今日本宫经过玉宝阁，他们老板送了我一套凤冠头钗，准确来说也不算是送，只是他们阁主的态度有些奇怪。卑职去查。你不知道？算了，就算去查也未必查得到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季家人，我母后的娘家？不是季家，这件事卑职稍后会去查清楚。过几日吴贵妃的生辰，我想借机去见太后。我觉得她身上藏着一些秘密，和我有关系。太后确实有秘密。你知道？殿下可还记得，卑职之前跟你说过，卑职掌握着皇上的秘密。和太后有关系，和我有关系，和凤家有关系吗？有。这件事，殿下若是想知道，卑职会一五一十的告知殿下。当年皇子争储，凤家是当今皇上最得力的后盾，但先皇之所以选中皇上，不仅仅是因为他背后有太后和凤家的支持，更多的是因为季家献上了500万两白银充盈国库。当时国库空虚，外敌入侵，急需粮草和军备，皇上遵从了太后的意思，娶了季家女，也就是先皇后。母后。危机的时候，季家用500万两白银解决了大雍的燃眉之急。先帝封皇上为太子时，并下旨封季氏为太子妃，此生不得休妻。登基后不能废后，只要皇上在位1日，就必须保季氏为皇后。原来如此。但皇上登基之后，无意中发现自己并非是太后的亲生儿子。皇上不是太后所生，怎么可能？卑职所说句句属实。难怪皇上登基之后要先动凤家，原来国舅爷根本就不是他的亲舅舅。当年太后急需一个儿子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但生下来的却是女儿，所以太后买通了产婆和嬷嬷，玩了一招狸猫换太子，把公主换出宫，换了个儿子进来。所以皇上他知道自己并非太后所生，不是皇家血统，难怪他要除掉凤家。那当年的公主，皇上的真实身份是季家子。什么？难怪太后要逼父皇娶母后，我母后才是太后的亲生女儿，她才是皇族血脉。难怪我非死不可。司曹，这件事情除了你我、太后、凤家，还有谁知道？这件事，太后和凤家是直接参与者，其他人都已经被灭口。皇上除掉凤家，不仅是为了兵权，更是为了让当年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人都消失。是。皇上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？当年太后把公主调包以后，暗中一直和季家保持来往。季家女嫁给皇上时，皇上还未登基，但太后有90%的把握让皇上登基。只要事情成了，自己的女儿又能回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，所以这件事双方都是同意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季家也是参与的。原本这是一份完美的计划，双方互利，太后能靠着皇上的位置稳固自己的太后之位，还能让自己的女儿回到身边。只要皇后和皇上生出来的儿子被立为储君，皇室的血脉就又能回归正统。但季家留了个心思，认为太后偏心自己的女儿，皇上一个人在宫里孤立无援，所以
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皇上。万无一失的计划，终究还是出了意外，所以啊，世事难料。没想到皇上知道真相后，对皇后起了杀心，甚至连自己的嫡长子都不放过。太后机关算尽，最终害了自己的女儿。我记得前2年，季家的老家主突然暴毙，是谁干的？季家家主擅自泄密，是导致皇后和嫡长子死亡的主要原因。太后不可能放过他们，是我亲自杀了他。皇上知道？皇上知道是我杀了季家家主，也知道我亲主当年的真相。太后让你去的？应该算是交易，卑职替他除掉季家家主。太后答应卑职，必要的时候，凤家可以保护公主殿下的安危，成为公主殿下有力的后盾。原来他一直都是为了我，一直都是。季家的其他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公主日后若是有用钱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找季家开口。凤家可以为殿下所用，但殿下不能对他们太顺从。顺从？本宫的字典里没有顺从。殿下，萧云恒最近如何？他最近忙着和李雪恩爱呢，本宫也没空搭理他们。若是萧云恒和李雪的感情能经得住搓磨，那本宫也是高看他们一眼，便成全了这对有情人。倒是凤家最近有什么动静吗？凤家还在观望，毕竟公主殿下是皇后唯一的血脉，凤家也希望公主好好活着。但若是公主彻底失势，凤家也不可能冒着得罪皇上的风险帮助殿下。说白了，都是为了自保。本宫不想再受制于人了。公主绝不会受制于人。你可知本宫要做什么？不管殿下要做什么，卑职都会保护殿下，帮助殿下排除一切后顾之忧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本宫想要做的事是大逆不道之事呢？每一国的开国之君，在事成之前，做的都是大逆不道之事。前些日子被推为户部尚书的顾秋白，可是你的人？顾秋白可以为殿下所用。思草，在这偌大的皇城里，比起那些所谓的亲人，我觉得你更亲切。有你在，我很安心。我会一直在。明日陪本宫进宫，面见太后。凤家嫡长孙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，可以为殿下所用。你不是对他有敌意？没有。那是吃醋。我不是一个迟钝的人，凤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不用担心。凤慈是个可用之才，季家长子也可以为殿下所用。他从小生活在季家的后院里，身子骨孱弱，每日以汤药为生。若殿下能治好他的病，他必死心塌地。如何去救？卑职的手底下有个医术精湛的神医。思草，你总是能给我带来很多惊喜，我觉得你深藏不露。你真的仅仅只是爱影阁统领这么简单的吗？在公主需要的时候，卑职会将手里的筹码一一献给。准备点虾，还有鱼。虾是发物，我能吃吗？云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最近是越来越敷衍了。云航，你也知道我没怎么照顾过人，都怪这云子书什么吃的都不给我们吃，害得我自己去买。我要见云子书，我们去通传一下。你耳聋了吗？哟，驸马爷，您这伤还没好利索，怎么就想着逞威风了？本驸马要见云子书。公主已经睡下了，不见。你去告诉他，我是跟他求和的。等公主殿下明日醒了再说。你去告诉他。云航，这云子书也太嚣张了吧！行了，还不是因为你之前满口谎言。云航，厨房又刻我们的伙食，我想去给云子书请安，顺便让他查一查，却发现了什么？发现司统领悄悄进了他的寝殿，
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司统领，这个贱妇！云恒，你别生气。云子舒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他又发什么疯？方才李雪看到您来了，估计回去胡说八道了吧？我去看看。不用管他。云子舒，你还有没有羞耻心？光天化日，你跟一个外男私相授受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廉耻？知不知道什么是妇道？你简直水冷月，掌嘴！若萧云恒再敢恶语犯上，封上他的嘴。是。云子舒，你不守妇道。萧云恒，你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。我是你的丈夫。你当本宫给你的休书是摆设吗？你现在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做我的丈夫？难怪司仓对你如此维护，你们两个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亏我昨天晚上还觉得亏欠了你。你还真是一点都认不清自己现在的处境。你说要选侍夫，找两个年轻貌美的男子伺候你，说的就是他选侍夫。冷月，把萧云恒带下去。他若以后再敢私自跑出，就用玄铁镣铐把他扣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萧云恒和李雪不得离开偏院半步。是。云子舒，你怎么敢？萧少将军，走吧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云子舒，云子舒！殿下想选两个貌美的男子进府伺候。没有，我那是说来替萧云恒的。殿下若想选两个美少男当宠侍，不用选出身太高贵的。啊？那是自然。若是贵族家的公子，也不可能做人家的宠侍。殿下选我吧。你说什么？卑职容貌应该还能入眼，若公主真的有想法，可以考虑让卑职入府。卑职不光能保护殿下，也可以听话。我没有选师傅的想法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是。司仓，你日后常来陪本宫吃饭吧。卑职来的次数多了，难免会被别人说闲话。你在意别人的闲话？我不在乎，但公主你，只要你不在意，便不用在意本宫的名气。本宫要做的事情，不是处处守着规矩礼教就能做到的。卑职明白了，别着凉了。你这张脸长得确实很符合我胃口。太子近日可有来找你麻烦？来找过卑职一次。不必在意，他们马上就会狗急跳墙的。我们且等看戏就好了。公主，统领，宫里的吴贵妃派人传了命令来。命令？叫人带进来吧。是。公主殿下，怎么和外男独处？老奴说话，公主殿下没有听见吗？嬷嬷既然是宫中出来的奴才，不可能不懂规矩吧？这是公主府，嬷嬷如此威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主子呢。你放肆！我放肆？按规矩，嬷嬷进门应该先给嫡公主见礼，恭恭敬敬的行跪拜大礼，之后再说明来意，等候嫡公主殿下指示，而不是如此颐指气使。若嬷嬷自己都不知道规矩，又如何说教旁人？就嬷嬷今日这番做派，我家殿下完全有理由可以向皇上太后禀奏。说嬷嬷恶奴欺主，仗着贵妃娘娘的事，不将嫡公主放在眼里。我是奉贵妃娘娘的命令而来。那嬷嬷是觉得贵妃娘娘比嫡公主还尊贵不成？若贵妃娘娘知道公主如此傲慢无礼，怕是会不高兴的。嬷嬷这是在说笑吗？贵妃娘娘高不高兴，关我家公主什么事儿？我家公主又不看贵妃娘娘脸色吃饭。你这么说，怕是大逆不道。确实大逆不道。这是专治嘴碎的毒药。嬷嬷在宫里作威作福惯了，如此胆大包天，公主都不放在眼里。
这是专治嘴碎的毒药。嬷嬷在宫里颐指气使惯了，如此胆大包天，公主都不放在眼里。贵妃娘娘要你传什么话？贵妃娘娘让公主3日后进宫参加仙秋宴，把萧公子也带上，夫妻同去。传个话而已，非要先逞威风。你给我吃什么？一只毒虫而已，只是每月会有3天发作期。那毒虫会在你的体内撕咬你的5脏6腑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冷月手里有解药，回宫之后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自己斟酌。每个月末来公主府取解药，否则……我听说嬷嬷家里有个儿子，正在准备明年的乡试，不如我让人把他接过来，和嬷嬷聚一聚。奴才知道错了，求公主开恩，饶我儿一条性命，回去一定不会乱说的，再也不敢对公主不敬，求公主殿下饶了我这个不长眼的奴才吧。早这样多好，非要给自己找点苦头。老奴知道错了，公主殿下饶命，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啊！本宫无意为难你，回去学聪明点，别让本宫后悔今日放你。多谢公主殿下，老奴一定谨遵公主教诲。公主殿下，那3日后的宴会，萧公子还能出席吗？3日后的千秋宴，出席的只有本宫一人。嬷嬷如此聪慧，想必能想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替本宫圆过去吧。是，老奴明白。宫里竟出现仗势欺人、捧高踩低的恶女。思草，你说的对，虽然本宫并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，但是你在我身边，很多事情特别容易解决。保护公主是卑职应该做的。本宫记得皇族有个规矩，所有出宫见府的皇嗣都可以从暗影阁挑选一个暗影卫，用于贴身保护。本宫选你可好？啊？可是公主殿下身边不是有我和冷霜了吗？好，那你可想好了，做了本宫的影卫，以后就不能违抗本宫的命令，不能背叛本宫，必须为本宫侍从。卑职早就想清楚了，卑职此生都是殿下的人。好，挑选影卫有什么规矩？没什么规矩，卑职会亲自跟皇上说明。我们统领大人这也太明显了，你的心意我又怎么会不知呢？我不愿意委屈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定然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这3日后的千秋宴，摆明了就是一场鸿门宴。公主不必担心，卑职会一直跟在殿下身边。如今我不只担心我自己，更是在担心你。你手握皇上的命令，这是一把双刃剑，以他的性子，岂会容共？公主殿下是有什么身份担心卑职？是主子还是？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下人看。今日宫殿可要热闹了。如今贵妃执掌6宫，膝下约有太子，贵妃之父又是皇上最看重的太子，他的寿宴谁敢不放在心上？自然是满朝文武都来给他。就算是行宫皇后，到底也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公主不必靠在前面。公主殿下，贵妃娘娘吩咐过，只能豪门贵女以及公主入内，所有侍女必须在殿外等待。她不是侍女，是暗影卫随身保护的。怎么，你想改了暗影卫的规矩？我奉命保护狄公主，任何人无权把我从公主身边调走。我奉命保护狄公主，任何人无权把我从公主身边调走。殿下何必为难一个奴才？我的婢女就比较懂规矩，不像是姐姐你总是搬出暗影卫来吓唬人，好像是狐假虎威、仗势欺人一样。
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让你见笑了。本宫的护卫是守贵妃，你若继续作为，本宫可能要去一趟汉影宫，把司统领请过来见。公主殿下，请随我来。你不是说你的侍女懂规矩吗？那你身后的就不用跟着。云子树，今天是贵妃娘娘的千秋宴，你最好不要惹是生非。只要你不上赶着着急，本宫没有兴趣在她的寿宴上生事。但是你身为庶妹，当众直呼长姐名讳，祝贵妃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有心了，本宫很喜欢。嫡公主现在可威风了，不但罢休了萧少将军，就连见到贵妃都不用行礼吗？本宫还从未听说过嫡公主需要和哪位妃子见。前几日见姐姐在玉宝阁买了一套凤钗头冠，听说价值黄金万两，怎么不见姐姐拿出来献给贵妃娘娘？谁和你说的？我那套凤冠是要送给贵妃的，不是给贵妃，难不成你要自己戴？你既知道是凤冠，那就更应该知道，凤冠只有皇后才戴。怎么？贵妃是想要做皇后？够了！大清早的吵什么吵？狄公主好大的架子，我这贵妃宫里是容不下你了。如此的不懂规矩，不知礼仪，是母亲死得太早，无人教你规矩。不知本宫哪句话说错了，惹得贵妃这样气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是本宫的千秋宴，你如此嚣张，本宫定要帮皇上好好教教你规矩。来人，掌嘴！谁敢动嫡公主？此女冲撞本宫，罪该万死，拖出去杖毙！贵妃娘娘寿宴，这婢女也太嚣张了，如此恶怒，乱棍打死是轻的，不如让狄公主看行刑，也好长长记性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太后称病多年，怎么突然过来了？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太后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臣妾应该亲自去迎接才是。哀家看着贵妃的千秋宴热闹，临时决定来瞧瞧。贵妃不介意吧？太后说的哪里话？太后愿意来，臣妾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介意？贵妃的千秋宴，这些人这是做什么的？臣妾本打算处置一个不懂事的宫女，不懂事的宫女呵斥两句就是了。今日是你的寿辰，别沾染了晦气。太后说的是。太后娘娘向来喜欢皇后，自从皇后去世后，就很少再出她的寝宫了。就连父皇要立贵妃为后，都是太后一直在阻挠。今日亲自前来，莫不是改变了主意？谁知道呢？子书参见太后娘娘。蓉儿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今日可来巧了，子书前几日在玉宝阁万两黄金为贵妃娘娘买了一套凤钗头冠，正好可以一起去看看。是吗？子书确实买了凤钗头冠，但这凤钗并非是献给贵妃娘娘。凤钗向来都是只有皇后才能戴，不知道八妹是谁在你面前乱嚼舌根，搬弄是非，莫不是要陷贵妃娘娘于不义？这莫不是要陷贵妃于不义啊？太后娘娘，蓉儿没有。这凤钗头冠确实是只有皇后才有的东西。那子说这凤冠是给谁的？若母后在世，这凤冠必然是给母后的。可母后现在不在，这凤冠当然是献给皇祖母的。
可怜了这孩子。舒儿有心了，哀家知道你是孝顺的，来，到哀家身边来。子舒，萧云恒怎么没有和你一起进宫啊？你们不是和好了吗？萧云恒身上有伤，李雪在公主府伺候他们，来不了。毕竟是夫妻，你若是觉得那李雪碍眼，送她回将军府便是。那李雪不过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侧室，本公主还不会放在眼里。只不过她仗着萧云恒的宠溺，多次以下犯上，本宫已经命人狠狠的教训过了，还请娘娘放心。你什么？萧云恒居然敢欺负你！皇族公主岂能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？要是以后有人欺负你，让你不顺心，就直接进宫告诉哀家，哀家替你做主。儿臣知道了，日后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儿臣，让祖母忧心。你母后走得早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，哀家让身边的曹嬷嬷过去照顾你几日，教教下人们规矩，不然什么人都以为嫡公主能随便欺负了。都听太后的。这里太闷了，子舒，陪我出去走走。还不告知陛下，说太后来我宫中把云子舒带走了。是。子舒，司仓近日总往你那儿跑。是，都是些正事。就算是正事，他是男子，你也要避嫌。没什么好避嫌的吧？我已经休了萧云恒，便是要与他彻底决裂。萧家欺辱我，萧夫人虐待我，就连父皇也想要了我的命。那萧家不想活了，你父皇……太后，事到如今，子舒也不想隐瞒。母后是您的亲生女儿，父皇他怎么可能容得下我？你们……太后娘娘，公主有权知道真相。罢了罢了，都怪哀家当年犯下的错。若是你皇兄还活着，太后，皇兄和母后的死绝不是意外。若是你皇兄还活着，哀家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成为储君。孙女身上流淌的也是皇族血脉啊！你的意思是？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传承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，哪个女子敢生出如此胆大逆天的想法？你没有听错，太后若想保住凤家，保住皇族血脉，你就只有这一个选择：拨乱反正，扶持我登基称帝。你让哀家一个人好好想想。您可以慢慢想，但不论您最后做什么决定，都不会影响子舒的决心，也没有人能改变我此刻的想法。皇兄和母后已经惨死，子舒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和失去的了。你这是为什么？您可以认为我是为了自保，也可以认为我是有野心。总之，这世道对女子不公，皇上对皇兄和母后残忍，我就是要做一件违背天道的事情。我不仅要将皇上从皇位上拉下来，更是让他体会母后当年的痛苦和绝望。孙女先行告退，若太后选择明哲保身，那便叫凤家与我保持距离。这孩子，如果凤家已经让皇帝忌惮，皇帝打算
不顾一切的除掉我，凤家与子书，那我们何不冒险试一试？我的女儿已经没了，我也犯下了错，何不赌一把？万一成功了呢？只要凤家愿意站在公主身后，卑职可以担保，公主想做的事一定能成功。这也是太后和凤家最大的生计。好，她想做什么，就让她去做好了。你好好的保护她，其他的事情，哀家自然会想办法。多谢太后娘娘。子书参见父皇。免礼。怪不得矢口否认那凤冠是给贵妃的，原来是有了更尊贵的靠山。本宫最尊贵的靠山，今日父皇在这，你还敢如此也给贵妃脸上抹黑，是想陷贵妃于不义之地，就要好好教训教训。今日是贵妃的千秋宴，你想做什么？父皇，儿臣买了一顶凤冠，想要送给太后，可八公主偏要说这凤冠是送给贵妃的，凤冠向来只有皇后能戴，这不是变着法的说贵妃觊觎中宫之位吗？太后方才在这里，她就如此胡说，太后才愤然离场。父皇，儿臣没有那个意思。儿臣作为嫡公主，有权管教不听话的妹妹。太后将身边的教习嬷嬷留给儿臣，儿臣更应该以身作则。嬷嬷，将八公主带下去，掌嘴20，好好教教规矩。是。好了，都退下，累了，静一静。父皇，退下。儿臣告退。儿臣告退。陛下，这子书仗着太后也太嚣张了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一个没有母亲庇护的公主，这些小打小闹，成不了什么气氛。该死的小贱人，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？娘娘息怒，那云子书现在巴结上了太后，才敢如此嚣张。这小贱人什么时候巴结上了太后？不管如何，我们现在都不能与他明着为敌。他不是执意要休夫，娘娘何不重新给他安排一桩婚事？给他找个更厉害的。你有何事人选？荣王妃娘家的侄子，西平侯府的嫡子潘旭之。那西平侯府的嫡子可是个十足的纨绔浪荡子，听说手段毒辣，自私狭隘，风流成性，后院尚无正妻，但已经死了不少小妾。是啊，娘娘，等云子书一嫁很好。来人，传信西平侯府夫人进宫一叙。是。思聪为何还不回来？公主，司统领被皇上叫走了。今日您在宫中得罪了贵妃，他怕是要在皇上面前嚼舌根子了。冷月，若是皇上不同意，思聪是不是就做不了我的贴身暗卫？是，但统领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只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冷月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做？公主不必介怀，是统领愿意留在您身边。他知自己身份卑微，宁愿在您身边守护您一辈子。思聪，你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回来。思聪，思聪，殿下，现在开始，卑职便是殿下的贴身暗卫了，只属于殿下一人。暗影卫私藏，拜见主子。行这么大礼做什么？这是暗影卫认主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兴国大礼，暗影卫需一生听从主子驱使，此生不得违抗。思聪，你该知道，本宫的武功就算不如你，可是自保不成问题。我的招数还都是你教的呢。暗卫
不仅要保护主子，还要执行主子命令。本宫知道，主子跟暗影卫的关系比一般护卫更亲密些，又是契约关系，不离不弃，生死不离。从现在开始，若是殿下愿意，卑职就待在内殿，绝不离开；若是殿下不愿，卑职就待在殿外，不会吵到殿下。你是个男子，其他主子与暗影卫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卑职听从主子安排。都是你的，快起来陪我吃饭。户部已经被顾秋白掌管，殿下接下来可以开始谋划吏部。吏部尚书安荣是个可以利用之人，但不可靠。殿下应该先挑选个信得过的人。不急，这些都慢慢来。先去看看萧云。云恒，这于子舒也太过分了！你好歹是她的丈夫，她却如此心狠手辣，果然是个没有家教的东西。人家都说女子要三从四德，从一而终，可是她呢，天天跟男人勾三搭四，不守妇道，更天天要休夫。我看呀，她早就跟司仓那个男人勾搭在一起了。别烦了，倒杯水去。云恒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？从早上起床就开始抱怨，一直说到现在，能不能让我耳根子清静一会儿？云恒，你是不是厌烦我了？我还不是被云子舒那个毒妇逼的。怎么在这照顾我，委屈你了？没有，云恒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我替你抱不平而已。都已经这样了，抱怨还有什么用啊？先想办法解决。云恒，你有办法？你找个下雨天出去淋雨，生病了肯定得要人照顾，这样他就不能再用铁链锁着我了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我啊，淋雨，万一……到底是一条人命，他不会放任你不管的。好吧，但与其淋雨，不如我找个河，失足落水。那要是没人救你怎么办？那我就找条浅一点的河。走吧，咱们等着看戏。有你陪我吃饭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公主，萧家那位侧夫人落水了，算着点时辰，快淹死了再救。救上来也别让他死了，找个人看着他，一日三餐，按时喂药。等一下，药里多加点黄连。是公主。好好吃饭。有些人啊，就是自作聪明，自作自受。对啊，他已经是我12时辰不离身的暗影卫了。属下先到外面候着，殿下若是有事，喊一声即可。今晚睡哪儿？属下会隐蔽在殿下看不见的地方，殿下不必担心。今晚先将就一下，等明日我命他们买一张床来，就放在那里。到时候把书案移走，床放在那儿，你每人睡在那里便可。不用管，属下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潜伏，可以是房梁上、屏风后、窗台下，没必要多设一张床。你是堂堂暗影阁统领，屈尊来给本宫做影卫，怎可连一张床都没有？太委屈了。属下不觉得委屈，能守护殿下是属下求之不得的福。司仓，本宫睡不着，坐下陪本宫说说话吧。是。司仓，你在我面前其实可以霸道一点，不必。属下不敢。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你是暗影阁最强的统领，理应是桀骜不驯的狼，在任何人面前都要维持自己的傲骨才对，不该这么贱媚，伏低作小。就算殿下要吃了属下，属下也不会反抗。今日本宫去面见太后，她的态度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干脆的就承认了当年的事情。
他没有隐瞒的理由。如今凤家只能自救。不过，本宫突然想了一个问题。殿下请说。皇上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揭露，虽然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并不少，除了太后、凤国舅，如今又多了您。可是，到底是缺乏关键性的证据。如果太后突然病倒或者暴毙，死无对证，只有太后这个母亲亲自站出来指出皇帝身份，才有说服力。其他人若敢胡言乱语，便当作是造谣皇家血脉，诛杀便可。殿下所言极是。皇上得知真相后，发现凤家已经在太后身边安排了足够多的高手保护，刺杀和毒杀都行不通。就算皇上想要灭口，也找不到机会。况且弑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皇上不敢冒这个险。这么说来，凤家只是表面低调，暗中培养的势力依旧不容小觑。那凤家我会牢牢把握。凤家若想自救，我是唯一能给他们活路的人。殿下放心，属下知道该怎么做。本宫要做的事情，成则已，不成，诛灭九族，千刀万剐，乃是大罪。公主想要做的事，属下一定不会让你输。有你在，我安心不少。殿下可以安心入睡，一切有我在。公主，统领，我来吧。公主，今日皇城中传出一股流言蜚语。什么流言蜚语？皇上可能想把殿下赐婚给西平侯嫡子潘旭之，然后潘旭之在几个世家公子面前诋毁公主殿下，说您嫁过人，是残花。但是冷霜方才出去打探了一下，这消息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但具体的不好说，只知道昨日吴贵妃召见了西平侯夫人，晚间皇上又去了吴贵妃的长春宫，今早这消息便传了出来。这些人是脑子进水了。萧云恒还在公主府呢，就想给本宫赐婚，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底气，把这些谣言传得煞有其事？吴贵妃应该真的是想撮合殿下跟潘旭之，皇上虽然说没有做出表态，但明显是默许的。皇上自然是默许的。这潘旭之生性风流，性情暴戾，这皇城谁人不知？若是一般女子，这样的事情做实了，肯定是会怕的，自然就会考虑到底是潘旭之好，还是与他萧云恒冰释前嫌的好。可惜他如意算盘打错。公主殿下，八公主约您去烟雨阁喝茶，叙叙姐妹情。姐妹情？八公主与吴贵妃是一丘之貉，殿下打算怎么做？不急，本宫不怕他们，就怕他们闹得大。他已经答应了，明日会来赴约。太好了，明日你只要将这个放到他的茶里，剩下的公主就不用管了。你胆子倒是大，她可是嫡公主，太后那边。哼，这件事谁敢乱说？他敢吗？她身边可有个叫司仓的暗卫？人人都怕他，我不过是个只会杀人的奴才罢了，算什么东西？这件事你可要办利索。放心，那个云子书可不是什么贞洁烈女。这吴贵妃前脚想让皇上给我赐婚，后脚八公主就送来帖子，这其中有没有关联？可能有。潘旭之若只是嘴贱，倒也无妨。不过他若是打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可就是亲手置西平侯府于死地。殿下不用多想，西平侯府早晚都是要死的。
解决了西平侯府，吏部也该换我们了。殿下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前世此人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吏部侍郎的位置，学识和能力就数一数二，就因为妹妹被太子看中，小纳入东宫，全家力保，妹妹誓死不从，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，令人唏嘘。我想到一个人，等过几日，你派人盯着苏家，尤其是苏家的苏沐尘，还有他的妹妹苏清之。是。姐姐来了。姐姐自己来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带着司统领？没什么事做，就跟着过来。那让司统领先去那边休息吧，咱们姐妹俩叙叙旧，聊些私密话题。有男子在，不太合适。随意。你们就不必跟着。我们要贴身保护公主。这里就我和你们家公主，难不成我还会想害她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冷霜冷月，你们就在门外等吧，不必跟着。是公主。走吧。尝尝，这是京都最新鲜的雨前龙井。茶是好茶，这是我特意让人准备的。确实是好茶。姐姐，稍等一下，我去让人取些蜜饯过来。这龙井配蜜饯才是绝配。藏了这么久，出来吧。公主殿下，果真是天姿国色。你胆子倒是不小。公主，自从嫁给萧云恒后，可尝过男人的滋味？今日你这茶里添了好东西，待会儿怕是你要求着我怜惜你。是吗？若敢乱喊，本宫命人阉了你！你敢杀我，杀了我你也逃不出去！我是西平侯府的嫡子。你可以看看，本宫若是杀了你，能不能成功？别杀我！此剑有据点。我都告诉你，谁让你入？是八公主吴贵妃。此毒只有我能解。你若是想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等一会儿，八公主和吴贵妃让你对我做什么，你就为八公主做什么。若是有人问起你就说你与八公主两情相悦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你若是敢不按我说的做，就让你立刻身亡。我们走。子书，我进来了。你们家八公主身体不适，让你们赶紧进去。哎，殿下，有没有大碍？
那茶我只抿了一口，不碍事。狄公主殿下，臣想见一见云衡。何事？就是想见一见。不行。敢问公主这是为何？这是本公主的府邸，本宫想让谁进谁就能进，不想让谁进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有用。臣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云衡商量。那本宫可以代为传达。听说狄公主昨日把嫁妆也搬回来了。没错。这又是为何？萧大将军很喜欢问为什么。本宫日后都要住在公主府，吃穿用度都需要用，拿回自己的嫁妆不是理所应当吗？父亲要见儿子是天经地义，狄公主无权阻拦。天经地义？前世我在萧家身处困境，被萧夫人母子还有李雪逼死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觉得我去见太后是天经地义？思桑，这是本宫的府邸，不得本宫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许进去。将军若是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堂堂暗影阁司统领，怎么就成了公主殿下的随身护卫？司统领，不觉得不合规矩？没有不合规矩，本统领如今已经是狄公主的贴身暗影卫，保护殿下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贴身暗影卫？皇上怎么能答应这么荒谬的要求？贴身暗影卫？皇上怎么能答应这么荒谬的要求？没错，前几日本宫向皇上要了司草，做本宫的贴身影。简直荒谬！唐公主金枝玉叶，是个女儿身，怎能要个男子做贴身影卫？探影卫还有男女之分，就算是男女有别，本宫也无所谓。毕竟此前本宫甚至想要那2个宠侍来解闷，免得本宫每日看到萧云衡和李雪恩恩爱爱，心有不平。不过既然思苍来了，本宫也就没有再纳其他宠侍的打算。堂公主竟如此行事，简直荒谬！走。八公主和潘家那边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宫里的人都到了。若经此一事，吴贵妃能和潘家反目成仇，今日就不算白去。潘旭之这个畜生，敢对本宫生出这种心思，本宫必让他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。至于八公主和吴贵妃他们，这可不够。直接杀了他们得了，这些人也太坏了，就该开膛破腹，把心挖出来看看什么颜色。司苍，潘旭之暂时不能死。是，就这么死了，便宜他了。这潘旭之怕死得很，本宫给他喂了毒药，还给了一些暗示，他不敢乱说话。此次行动虽然简单下作，但参与的人不少。本宫先把潘家解决，再慢慢收拾吴贵妃。皇上有令，命萧将军进府探望萧云衡，所有人不得阻拦。想见萧云衡，先拿嫁妆。嫁妆不是全部都搬回来了，还要什么嫁妆？狄公主殿下说了，以前是她嫁进萧家，所以殿下自带嫁妆。可如今是萧云衡入赘公主府，萧家理应准备一份嫁妆，否则如何为萧云衡正名？狄公主殿下还说了，萧云衡进公主府都带着小妾，根本没有很好的诚意。如果萧将军忍下休夫这个事实，从此萧家跟狄公主一刀两断，毫无关系。萧云衡马上就能回萧家。既然如此，还请狄公主立刻放了云衡，把萧家忍下这份休夫。大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皇上此前好不容易才让狄公主松口，大将军今日一旦答应，那从此萧家便会惹人非议了，那以后再也没有和狄公主复合的机会啊！萧家让人非议的还少吗？
书这个大人会有什么用？他只是带个安慰在身边，12时却没有男女之别。许恒跟他复合又怎么样？给萧家抹黑。大将军，事到如今，已经不是您能做主的了，只能吃下这哑巴亏。只要狄公主能回到萧家，那想怎么处置，不还是萧夫人和公子说了算吗？那如果要是不喜欢了，大可以冷落着，该娶妾娶妾。皇上多子多女，还在乎这么一个公主？公公，你也看到了，狄公主现在连皇上的旨意都不放在眼里。将军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狄公主在千秋宴上见了太后，现在受太后庇护，这脾气呀，是比以往大了些。太后庇护云子书，就代表凤家庇护云子书。云子书不把萧家放在眼里，甚至公然抗旨，不是简简单单闹脾气那么简单，而是认为自己有十足的勇气。听说今日公主去见了八公主、西平侯府世子。是。走。慢走不送。哎，回宫。今日不会杀你，但是还请公公回宫之后机灵点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随时可以让你肉身之地。此人是谁？是暗影卫，是司仓派过来的。萧远庭见到他儿子了吗？未曾。公主今日见了八公主和西平侯世子，似乎受了点气，心情不太好。他去见西平侯世子做什么？八公主邀请的。这个云子书越来越张狂任性，去把太子叫过来。是。皇上不好了，西平侯府出事了。出事了？西平侯府世子潘许之玷污了八公主，还被人飞了条手臂，中了毒。岂有此理！那西平侯世子说是八公主给他下的毒药，失控。下面的人查了，那烈性药确实是八公主放在茶水中的。云子书去过。是。狄公主刚走，八公主就和西平侯世子传出那种事情。有废物，还不派人查清楚缘由。是。父皇，您找儿臣过来。你过来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比较多，你别总是在东宫待着，出去和世家公子们打好关系，然后趁机收服一些人为自己所用。还有，偶尔也去看一下萧家嫡子，他可是萧大将军唯一的儿子，日后是你的得力干将。是，儿臣谨遵父皇旨意。和云子书一比，还是云晨更加乖巧懂事。来人，去查查云子书今日在八公主那儿发生的事情，必须详尽。是。将军，恒儿还无消息吗？这个云子书他怎么敢？云子书不过就是个没有母后庇佑的公主，算是狄公主，皇族也没有太强的存在感，应该有这样的脾气。就算有，也不该和我萧家作对。次不遵圣旨，甚至不把太子放在眼里。毒妇，他就是故意摆公主的架子，故意这么报复咱们恒儿。闭嘴！这件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要是再继续下去，萧家怕是再难见人了。收获不错啊，阿影阁还学这个。殿下若是喜欢，备至以后每天都给殿下来。好啊。
殿下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萧家侧夫人和厨房的傅大厨两人勾搭在一起了。这李雪不是爱萧云和爱的死去活来吗？这才几日，就生出如此不安分的想法了。作为享受美人恩的报酬，这2天偏院的伙食好了不少。傅大厨给了他们1整只烧鸡，今天中午可好，4菜1汤，清蒸鱼、秘制乳鸽、秘制酥皮虾，还有5香牛肉。对了，侧夫人还吃了1碗燕窝。你说若是为了这点吃的，本宫就兴师动众的都把他们抓过来问罪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确实犯不上。把萧云放了吧，让他自己亲自去看看李雪是怎么爱他的。这点事儿不值得本宫动手，让他们窝里横吧。属下遵命。师长，你说这苦日子真的就能让人放弃原则，冥界和底线都不要了？只能说他们太贪婪，寻常百姓的日子比他们苦多了，没人会以身体为代价换口吃的。看来本宫还是高估李雪了。等萧云恒把这事闹过去，就放他们走吧。但是也不能这么轻易的放他们走，让萧家拿银子来赎，这样本宫还能趁机赚上一笔。殿下的主意不错。八公主和潘旭之的事情一闹，就算是潘旭之有意压制，这消息还是会走漏的。西平侯府和武贵妃定会心生嫌隙，反目成仇。接下来，本宫的目标就是武贵妃。从太子云晨下手，吴贵妃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了。只有报复在他儿子身上，才能让他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疼痛。英雄所见略同，皇上不是觉得太子谦逊听话，最是忠心于他，我便要让他看看他最信任的儿子与他反目成仇的这一天。公主，机会来了。看来太子是见过苏家小妹了。是，太子今日在街上巡视，体察民情，一眼就看上了苏沐尘的妹妹苏清志，逼迫苏沐尘将妹妹送入东宫。苏沐尘不肯，太子让人威胁了一番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属下这就让人把苏沐尘和他的妹妹带过来。不急，先让苏沐尘慌一会儿，这才能体现雪中送炭的可贵。太子生性奢靡，自认为自己是太子，全天下女人都应该是他的，但碍于皇上在，他还不敢过于放肆。是啊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哪里甘心一直做一个一人之下的太子？皇上龙体如此康健，他怕是等不起了。属下明白殿下的意思。殿下，苏家兄妹来了。苏沐尘参见公主殿下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苏大人最近可是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是。云晨身为东宫储君，苏大人觉得可有与他抗衡的余地？就算是天子，也不能强抢民女。苏大人这话明显错，大错特错。天子主宰苍生，执掌生杀大权，他想让谁入谁就得入，难道还能反抗不成？这云晨虽然尚未登基，可他想纳一个女人为妻，就像是得到一件衣那么简单。臣是不会屈服的。不会屈服？苏大人自己不怕死，不怕丢官，难道还要搭上母亲，还有自家妹妹的性命，甚至不担心连累到还在皇宫中的苏昭仪和七皇子？臣太子的脾气，苏大人是清楚，他想要一个女人是不会允许你拒绝。不过，本宫有一个方法可保你无虞。公主殿下有办法？是有办法，但有条件。请公主明言。你可以对云晨假意顺从，顺便提出交换条件，就说需要等到妹妹15岁，方可讨论终身大事，以此拖延时间，并以妹妹交换一个吏部尚书的位置。这就是公主殿下所说的办法。
让臣出卖自己的妹妹，断然。本宫方才说了，假意顺从。苏大人，你是听不懂这4个字吗？臣知罪。假意顺从和反抗，到底哪个后果更严重？苏大人不会不清楚。你若是正面反抗，不出3日，太子便可以让你们苏家死个葬身之地。请公主明示。本宫的意思很简单，假意顺从，拿到吏部尚书的位置，让太子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，时间还充裕，不急。可吏部尚书是西平侯的人，才蹦跶不了几天了，你只需要让太子相信你说的话即可。是，只要你能顺利坐上吏部尚书的位置，本宫可以保你和你的家人平安。就算是本宫做不到，凤家和暗影阁也会保护你。凤家、暗影阁，原来如此。是，臣愿意听从公主的安排。你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走，你去皇上那里，给西平侯府加把火。属下明白。解决了西平侯，吏部尚书的位置就会空出来。苏沐橙有能力拿下，他便是可用之人。公主殿下看好的人，属下会助他一臂之力。谢谢。本宫只是欣赏苏沐橙，觉得他可以为本宫所用，但本宫真正信任的只有你。公主，统领，这几日西平侯府可热闹了。西平侯世子潘旭之发疯失手打死了自己的父亲，死无对证。潘家现在是犯的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吏部尚书的位置这下是彻底空了出来。公主殿下，宫里来人了，说皇上要见您和司统领。这吴贵妃不是傻的，她肯定是已经有猜测，但仅凭猜测还不足够。司操，随我进宫。是。参见父皇。子书啊，你可知道朕把你叫过来所谓何事？还请父皇明言。西平侯世子被人刺伤，神志不清，发疯弑父，有人指控是你所为。我？父皇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儿臣从未见过世子，还请父皇明察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装？那日潘旭之对你图谋不轨，你便刺伤了他，让他中毒发疯。八公主为何要无缘无故坏我名声？就是你刺伤了潘旭之。八公主可有证据？那日潘旭之就躲在茶室内，他对你不轨，你便出手伤了他。真是笑话！他潘旭之堂堂7品的爱，我有什么本事刺伤他？就算是真如你所说那样，我刺伤了他也是活该。我有什么理由要隐瞒真相？你当然有理由，你担心自己的名节，不敢声张。我连我丈夫都敢欺，还在乎这种事情？我倒是听说，我走之后，潘旭之和八公主在房间内行苟且之事。我若是真刺伤了，那他哪里还有力气？八公主你的身心，怕不是站不住脚了。有什么不一？我说我没有这件事，茶室里的人都知道吧？要不要随便找人过来问问？你就是罪魁祸首，这件事情和你脱不了干系。如此态度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方才八公主说潘旭之对公主，无论如何都应该杖杀。八公主与潘旭之早已有夫妻之事，为了维护皇家名誉，应该将八公主与潘家同处。你敢？不如就请西平侯夫人前来对质，她当日也在茶楼。陛下，我儿没有对你，只是八公主与我儿早已牺牲情愫，互定终身。我儿出事那日，确实与八公主发生过争执，求陛下明鉴。你胡说八道！看来事情已经明了，就是八公主心生妒忌，对潘旭之下了毒手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人，把他带出去。父皇，我是儿臣。父皇，
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儿臣先告退。这件事情就是八公主蓄意谋害、栽赃陷害，还望父皇明察，不要寒了儿臣的心。慢着，事情还未说清楚，你就这么走，不合适吧？本宫的公主府就在皇宫外，太子殿下何时找到足够的证据，可以直接派人抓我。放肆！好了，说，你也下去。我们是不是又赢了一次？是。我一定要让吴贵妃把所有的愤怒、恨意都咽到肚子里，想吐也吐不出来。殿下不去见见太后？去给太后请个安，顺便让她看看我的真正实力，不然怎么能让她更加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这边？皇祖母，此女今日刚从御书房过来，今日那边好生热闹。来坐。外面的事情，哀家已经听说了。祖母，您对宫外的事情消息如此灵通。以前不关心，也不爱听。上次御花园一别，哀家就派人打听，生怕别人算计你。前几日，吴贵妃特意召见西平侯夫人，还扬言说将我赐给西平侯世子。实际上，她不过是想逼我回萧家，我便将计就计，反将了他们回去。哼，这个吴贵妃近年来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。需要凤家提供什么帮助？没别的，只希望凤大人在朝堂之上可以给皇上施加压力，让他以理服人，以律法为先，该怎么处置西平侯府就怎么处置。日后凤家该如何就如何，不会故意低调，以求明哲保身。你的要求，哀家会派人尽力去做。多谢皇祖。以后多进宫来陪陪哀家，哀家一个人在宫中实在是闷得慌。好，西平侯府那边不会烦扰你吧？这您放心，那毒入了心肺，会使人疯癫痴傻。潘细之他现在还没有那个本事。不错，痴傻了也好。他怎么来了？本宫方才去给太后请安了，顺路来长春宫坐坐。不知贵妃此刻是否有些坐立不安？你说什么？八公主与潘旭之有染，皇上为保民情，竟然会将八公主赐给潘旭之。潘旭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难逃一死。八公主以后怕不是要当个寡妇，在西平侯府守灵。徐子舒，你好歹毒的手段！贵妃娘娘太看得起本宫了，本宫怎会有如此大的手段？只能说贵妃娘娘靠山不稳，西平侯府气数已尽，此期将至。你是来示威的？本宫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陪贵妃娘娘闲聊了，我自己走。云子舒，你个贱人，你必须得死！卑职知错。思草，曾经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如今都敢杀人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变了？殿下没有变，不管变成什么样，都是殿下，不会成为别人。思草，若你今后有机会成婚，西子一定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，他会给你很多温暖。本宫这样的人，感情已经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定然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爱上一个人。殿下，你现在很好，比以前还好。
若是殿下还像以前一样，卑职也会守护殿下一辈子。司苍，你应该不是出身平凡人家的孩子吧？你身上有太多我看不透的秘密，你没有去查过自己的身世吗？没有。若是殿下想知道，卑职可以去查。如何查？罢了，你去休息吧，本宫烦了。卑职不累，卑职守护殿下。西平侯世子的事情一出，萧家怕是沉不住气了。明日还有热闹要看。是啊，明天等着看好戏吧。冷月已经把消息传给萧家，让萧家带着1万两黄金前来赎人。西平侯世子中毒痴傻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。若萧衍婷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变成傻子，他一定会来赎人。本宫要了这1万两黄金，不多吧？不多。本宫也觉得不多。他萧衍婷这些年克扣了这么多军饷，这些钱算什么？他若拿不出这些钱，必然会动他的密库。这些赃钱就是他最要命的把柄。真以为本宫是为了要他那1万两黄金？本宫要是置萧家于死地的证据。殿下放心，卑职安排在萧家的眼线会紧密盯这一切。只要萧衍婷开了密库，卑职就会知道暗格和机关。太子殿下，苏沐尘想和您见一面。自从西平侯府出事之后，吏部尚书的位置便空了出来，他好像盯上了这个官职。胃口倒是不小，不过也好，有利益和欲望的人才奉承。本宫想要人家妹妹，自然该给点好处。只是苏沐尘年纪毕竟尚浅，吏部尚书的位置，他是不是难以胜任？本宫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上，本宫说谁可以上，谁就可以上。太子说的是，陛下身子骨如此健康，太子何时才能？请恕罪，奴才只是一时心直口快，其他几个皇子一直在暗中布局，小人也只是担心夜长梦多。给我滚！废话一！是。公主殿下，萧云红终于发现侧夫人和后厨有染了，抓了个正着，十分热闹。好得很。公主，萧大将军拿着1万两黄金来赎人了。又赢了一局，叫他进来。公主殿下，已经送到了。萧将军既然来了，那就请侧夫人和萧云红过来吧。是。何时返回将军府？需要再考虑考虑。本宫近日身体不适。怎么样？你伤好了？多谢父亲关心，多亏公主殿下的照顾。跟我回家吧。回家？先跟我回家，有事跟你讲。好。姑父，我们真的能回去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弟兄做的事说出去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多谢公主殿下这几日的照顾。云禾，期待与公主冰释前嫌的那一日。苏大人，太子殿下，苏大人可还满意？如今你可是这大雍最年轻的吏部尚书了。多谢太子大人信任和提拔，臣以后一定用心做事，效忠皇上。很好，好好办事，本宫会继续提拔你。是。本宫正好闲来无事，随你一起出宫。太子殿下，不愿意。本宫可以给你这个官位，一样可以收你的九族。不敢。只是妹妹尚为年幼，太子殿下说过会等她年过豆蔻。苏大人已经是官场中人，还是不要过于迂腐的好。早晚，本宫给了你这么大的好处，你不给本宫一点甜头呢？殿下，今日朝堂上，太子力推苏沐尘为吏部尚书，皇上同意了。看来
苏沐橙要遇到麻烦了，我们应该出马了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像太子这样的人，他能给苏沐橙好处，就肯定得讨回来点什么东西。这会儿，他定然是迫不及待的要去欺辱苏家妹妹。太子太不是东西了。他越是这样，越给我们机会。太子若是真君，哪还有我们的机会？这倒也是。走吧，我们要先太子一步，去到苏家。是。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，大人！狄公主把老夫人和小姐带去了九公主府。你说什么？狄公主为什么要把老夫人和小姐带去公主府？公主派人来说。说什么？公主说要大人做她的夫士，否则老夫人和小姐性命不保。什么？还要苏沐橙给她做什么？夫士？简直荒谬！他云子书到底要干什么？苏大人乃是堂堂3品大员，岂能容他这么羞辱？简直荒谬之极！公主欺人太甚。苏大人莫急，本宫这就去公主府。倘若真像他说的这样，本宫绝饶不了他。多谢太子。进水了还是得意人？刚刚把萧云航从家里赶出去，又看上了年轻有为的苏沐橙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太子驾到！云子书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来了。哟，什么风把太子给吹过来了？云子书，你放肆！见到本宫，为何不下跪行礼？太子，你忘了，本宫是父皇亲封的护国嫡公主，就算是见了太子，也无需行大礼。太子是不认这个封号。本宫今日就是来问问你，堂堂公主脸都不要了，公然纳什么夫士？看上朝廷命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原来是为了苏大人来的呀。本宫瞧着这苏大人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想纳他为夫士，有何不可？您是一国储君，时刻要注意自己的风度和修养，不要动不动就一副失去理智的样子。你瞧瞧，你现在这样子，哪有半点储君的威仪？你赶紧把苏家老小给我放了，让苏大人回去。怕是不行了。苏沐橙不答应我的条件，那就让他的妹妹为奴为婢，一个民女而已。本宫要来做婢女。云子书，你今天必须把老夫人和苏姑娘放了，否则本宫要你看有多好看。你放肆！公主殿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臣一马。臣乃朝廷命官，10年寒窗苦读，就为了报效国家，也为了光宗耀祖，实在不愿做有辱门风的事情。求公主不要为难臣。苏大人如此有骨气，本宫自然是不会为难他。那就把苏姑娘放了。本宫只是说不为难苏大人，又没说不为难苏姑娘，你着什么急？云子书，公主，佳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毛手毛脚不懂规矩，还求公主。你妹妹已经冲撞了本宫已经命她去刷马桶了。云子书，你太过分了！太子殿下，注意风度。云子书，本宫跟你没完。公主，妹妹已经到了议亲的年纪，公主这般折辱她，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冲撞了本宫，本宫没有要她的命，已经是给你的。这辣手摧花的比试可真厉害，人家小姑娘含苞待放，你让人家刷马桶，你真该死啊你！宗臣，求他做什么？走！这个云子书实在太嚣张。太子殿下，公主似乎并不将您放在眼里，只因您还是随便就能把他处置，还能轮到他在这嚣张跋扈？太子殿下如此护着臣，臣心怀感激。只要太子殿下帮臣将妹妹救出来，别说是妹妹，就是臣也为您马首是瞻。无论您想做什么，臣都支持。记住你今日说的。
这个苏沐尘容貌不特别，性格不讨喜。本宫觉得他挺好的呀，斯文谦逊。他只是个文弱的官员。文弱的官员怎么了？这朝廷之中有几个是武将？反正他没占一个优点。思草，你这么关注苏沐尘做什么？公主，休要胡言。你都看不上他，本宫自然看不上。我以后还要和其他男人打交道，你不要每个都吃醋。不是吃醋。那是什么？反正他不适合做夫士。我又不是真的把他抢过来做夫士，你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每个男人我都得往上扑啊？卑职知错。以后别乱吃醋，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一个男子，别说是苏沐尘这样的，就是凤家风光霁月的嫡子凤慈，本宫也不会动心。卑职知道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先稳住太子。太子没能得到小美人，心里正空虚。我记得暗影阁有个在青楼的女子，带回来见我。卑职明白。当然要给太子找点事做，不然都枉费他3天2头来招惹本宫，互不和力不到手了。接下来就是凤家出山了。本宫想要萧家的兵权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只要凤国就愿意出手，凤家掌握的兵权在萧家之上。不止，太子那边拱拱火，他会做出我们想要的事情来。是。思草，你昨夜不在我身边，去了哪里？啊，卑职去处理一些小事。你受伤了？不碍事。让我看看。男女有别。让我看看。何是此的字？属下发誓，要成为公主殿下贴身暗影卫的那日，就要刺上主人的名字。思草，你一定不要有事，不然本宫不知道能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。思草，那日太子册封宴上，本宫被算计，你可查到那人是谁？卑职无能，并未查到。以你在皇宫中的能力，不可能查不到蛛丝马迹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？卑职那日被人算计，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以为是一场梦。那人身上有个和你相同的太极。卑职以为那只是一场大逆不道的梦，未曾想卑职有罪，请公主责罚。你既有罪，那就罚你这辈子只能忠于我一人，不能再爱上其他女子，除我以外，不能再有其他女子。卑职只属于殿下。还要是你，还要是你。怎么回事？统领大人，这些刺客应该是皇上派来的，与昨夜行刺您的应该是同一伙人。不过属下不明白，他们大白天的登门是何目的？公主，这些刺客身手如何？不足挂齿，一群废物。看，我比权臣还厉害，让父皇如此忌惮，他急了，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公主确实比权臣厉害，要尽快除掉太子，否则夜长梦多。卑职明白。如今朝中官员多数为我们自己的人，只要让太子和皇上互相厮杀，我们就有机会渔翁得利，到时候我们趁机除掉萧家。公主定然能达成所愿。殿下，统领，太子宫中传出消息，说太子从皇上那回去就打了太子妃，太子妃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人也快不行了。太子妃的母家现在正在闹着呢。这个蠢货，
他现在能倚仗的也就只有太子妃的娘家，他却不知道好好珍惜。思苍，过几日就是萧远亭的寿宴，我们过去给他送上一份大礼。太子失去了太子妃母家的助力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萧家了。时机已到，那公主……皇上筹谋计划这么多年，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当初所有知道真相的人，然后好名正言顺的坐上自己的皇位，再让自己的血脉在大雍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。好啊，那就让他看看他自己的儿子是如何传承他的狼子野心，谋划弑父夺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平身平身！谢皇上。萧将军劳苦功高，为我大雍立下汗马功劳，理应重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臣为皇上尽职尽责，实乃本分，别无他求。皇上，萧家已经接下了公主的休书，并承诺与她再无关系。臣妇想趁着今日大寿，求皇上做个主，将李雪提为正妻。母亲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让李雪为正妻了？云恒，我绝对不会让李雪成为正妻。云恒，你为何这般对我？你闭嘴！父皇，你也看到了，儿臣确实与萧家已经达成协议，况且儿臣中意的夫君也不是萧云恒，求父皇成全。萧将军，你的意见呢？萧将军，你的意见呢？臣确实与公主达成了协议，但如果公主愿意留下，本宫不愿意。本宫的休书早已写下，整个皇城的人都知道，本宫与萧家再无关系。看李雪这身形，似是有了身孕。子书，你胡说什么？还不快找个御医给他瞧瞧。恭喜萧将军、萧公子，侧夫人确实是有喜了。你这个贱人！云恒，你听我解释。混！我根本就没碰过你。皇上恕罪，今日之事，臣子不想多言，但情势所逼，脸面也豁出去了，求陛下明鉴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休书会送到他的手里，让他滚回李家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哎，云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当着皇上的面可不能胡言乱语。够了，都是你惯的。你这个当家主母，挑唆生事，教唆玉郎宠妾灭妻，何来今日颜面扫地？你给我滚回去！皇上，臣的女儿还在太子府生死未卜，太子便带着这妖女如此招摇过市，求皇上给臣一个说法。不过就是个太子妃，如此善妒，本宫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上，还不能宠幸自己的女人？你给我闭嘴！父皇，好戏还在后面。都准备好了。陛下，陛下！方才有刺客进了将军府，奴才们前去抓捕，不得了，发现将军府有暗道密室。什么？萧将军，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臣私吞军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萧将军如此，可是大逆不道啊！皇上，边关苦寒，将士们吃不饱穿不暖，萧将军去克扣将士们的血汗粮草，这是死罪。萧远亭啊，萧远亭，你要朕如何保你？皇上，臣有罪。父皇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你闭嘴！
萧家公主身后再无可留之人，怕是有废太子的心。这萧家再无翻身的可能。是，真是可悲了。太子那边这下也坐不住了。皇上罚太子禁足，还说他不够贤能，如今又重用其他皇子，太子自然是沉不住气。那就让他们狗咬狗。这就要看太子能给咱们多大的惊喜。公主殿下，凤慈公子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臣参见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公主可下定了决心？凤家难道还看不出公主的决心？臣不敢。公主既已下定决心，凤家誓死奉陪。凤家也该给本宫拿出些诚意来。公主请放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！别叫了，父皇，不会有人来的。想造反吗？父皇，您老了，该退位了。皇上，臣妾也不想如此，可在儿子与您之间，臣妾只能选择儿子。父皇放心，等您死后，我会把大庸带向父家。你放屁！你个逆子！你如此大逆不道，朕要杀了你！来人！父皇，如今暗影阁都听司仓的，司仓眼里只有云子书那个剑，我已经命人把司仓调走了，整个暗影阁都不再管了。朕千防万防，就是没有防到你。父皇退位！父皇退位！你太子逼宫，大逆不道，杀无赦！凤家不是不参与宫斗吗？晨儿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一帮蠢货！今日宫内可真是热闹啊，可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。云子书，是你！云子书，你个贱人！太子逼宫，大逆不道，杀！贵妃有心，我杀了你！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放开我！云子书，你个贱人！书，你也想造反吗？父皇，儿臣不过是想要拨乱反正。卑职始终站在公主身边。你们还请父皇写下退位诏书，传位于儿臣。疯了吗？你是女人，你如何继承大统？谁说女子不能继承大统？只要有皇家的血脉，哀家都能让她坐稳这个位置。皇后，你为何如此对待儿臣呢？皇帝，你亲自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，午夜梦回，可见到他们对你索命。你胡说，都是你造的孽，都是你！您这写退位诏书啊？你竟然也背叛朕，很好，好得很。父皇，您一介草民，做了20几年的皇上，也该知足。皇后的余生，就好好抄抄经书，好好的为被你害死的母后和皇兄忏悔吧。你元气照辟，数之以君，有命不恒，所辅为德，天心人士，选贤与能，尽四海而乐推，非一人独有。今朕体衰，不利国政，当传位公主子书，归正退贤。臣等参见女皇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等参见女皇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云子书好手段，知道釜底抽薪，其他皇子都已经暴毙的暴毙，入狱的入狱，被杀的被杀。丞相有异议吗？臣无异议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既然如此，
本宫定会竭尽全力，做一个圣女天子，为大庸谋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司苍，妃迟在。朕已是大庸皇子，你却从未向我表明过你的真实身份。东幽国来犯，你将如何自处？卑职任凭陛下处罚，绝无怨言。东幽使臣来访，告诉朕，东幽皇室子嗣凋零，却有一皇子流落在大幽。卑职不是有异议吗？当年卑职是弃子，被扔了出来，如今断然是不会回。可东幽使臣说，朕若是不交出东幽太子，两国便要开战。陛下，司苍，朝臣劝朕要充盈后宫。无论陛下做什么决定，卑职都遵从。司苍，我若是送你回东幽，维护两国和平安稳，你可会惯朕？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。陛下，若是让你嫁给朕，做大庸国的和亲皇夫，你可愿意？卑职。司苍，朕曾想过，等一切结束，一定会给你光明正大的身份，绝不会委屈于你。做朕的皇夫，可委屈你？不，卑职求之不得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腊月初8，公主登基为帝。次年奉帝元年，册封司苍为正宫皇夫。过完年，我回东幽一趟。回去多久？2个月吧。回去安排一些事情，接下来几年就能在大庸陪你。放着东幽的江山不管，留在大庸陪我，你的大臣不会抗议？不会，他们只会认为我是在谋划。谋划什么？我们的孩子在大庸一日，他们便不能轻举妄动。毕竟，将来无论是大庸还是东幽，都是这个孩子的。这么说，朕还被你算计了？子说，我的命都是你的。早些回来。